百年的恩怨，今天就来做个了结吧！法相天地！永别了！小黑，你说我这么长时间没出来走动，结果刚一出来就折腾故人的血脉和徒子徒孙，这样做是不是有些不地道呀？身为一条狗，你的精力应该很充足的，怎么比乌龟还懒？算了，你爱睡就睡吧。这种事跑来问你，也真是为难狗了。不过在自己人手里流泪，总归要比在外人手里流血要好。要不你们还是等魏会一会儿再过去吧。现在过去，我怕你们会受伤。阁下到底是谁？为何要挑起东荒天骄团的内斗？另外，老夫好像没有听说过夜月国有顾长安这么一号人物。既然你不愿说，那老夫就只好将你拿下，交给陛下处置。左丞要派你们3个来，他是真没打算好好的参加这天骄大会啊。讲道理，目前这种情况，化神期修士真起不了什么太大的作用。别说是面对其他天骄的护魂人，就是面对那些顶级天骄，你们也未必是对手。你们还在沿用原来的修炼体系，天道压制之下，怎么会是那些天骄的对手呢？别这么看着我，这就是修行界普通人的悲哀。你们能达到化神这个级别，这就证明曾经的天赋不弱。天骄大会的事你们就不要管了，要做的就是带着那帮受伤的小家伙好好待在这儿。玄武国那边的创作的手脚，估计要1个月之后才能用，1个月之后你们就能回去了。这是玄武国国师独有的令牌，可早在800年前就失踪了呀！他们好歹也是同伴，你们怎么能下手这么狠呢？恶贼，虽然不知道你用什么方法蛊惑了苏兄和叶兄，但这件事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夜月国和玄武国一定找回茬子的。看样子你们是真是恨我入骨，不然怎么会想出这么恶毒的笑话，企图把我笑死？你们知不知道这是哪里？这里是中庭，距离东荒有1000万里的距离。鞭长莫及这个道理难道不明白吗？别说是我让人揍你们一顿，就算是我宰了你，东荒那边也拿我没办法。之所以揍你们，是为了让你们不出去丢脸，10个打2个都打不过，有什么资格参加天骄大会？现在你们也明白了自己有几斤几两，
剩下的时间就好好待在这里养伤吧。为了防止你们有些人还不死心，我再告诉一个小秘密：他们2人在你们眼中应该已经是年轻一辈最强的存在了。但这种水平放在天骄大会上，不说是一抓一大把，粗粗数来还是能找出那么10-20个。另外，这还不算上那些圣地和古老世家的传人。如果碰上妖孽，就你们这种货色，来多少都不够打。你们俩也回去吧，天骄大会在后天举行，好好准备一下。他们今天的下场，很可能会是未来的下场。苏兄，出来一趟，我才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怪不得我师父总是对我的修为不是很满意。刚开始我还认为这是师父对我的磨练，现在看来我确实还差得很远。这种打击，若是能熬过去，才是修行。古人云：“知耻而后勇”，明白和其他人的差距，这样才能让我更好的去追赶。我不会因为暂时弱于他们而放弃。小黑伤了根基，得去昆仑石坊弄点圣药，这便可不能拖。果然不愧是昆仑圣地，集市永远都这么热闹。怪大家都在石坊等他，他却在这里闲逛。跟在这家伙身边实在是太丢脸了。老板，这东西怎么卖？客人，你真有眼光，这可是我的镇摊之宝。300年前，我师父九死一生，才将这东西从圣虚禁牌带了出来。如果不是与客人有缘，我还真……停！这东西的来历我不太想知道，你直接说多少钱吧。200斤神元。客人，漫天要价，坐地还价，您好歹出个价呀！抱歉，这个价格我出不起。昨天我从这儿路过的时候，你才开价20灵石，现在你开口就是200斤神元，你拿我当肥羊了是吧？客人原来是行家呀，早知道我就不闹这个笑话了。客人，你开个价，我绝对不还价。哼，钱我不想出，但我可以用东西和你换。在下最近肝火上涌，所以眼睛有些看不清了。不知客人可有去清复明的眼药？地震高江，一派西山千古秀。门朝大海，3河河水万年流，大红大黑。这个你不需要知道，把东西带回去，到时候会有人明白的。刚刚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暗号听着就不像好人，太让人抓狂了。有什么想问的就说吧，憋在心里多难受呀。顾兄，刚刚的事情，我可以知道吗？可以知道一点点，这是故人的东西。刚刚我在和他对暗号，如果不出意外，过段时间，我突然觉得你可以知道的更多一点。你想知道吗？顾兄愿意说，在下当然愿意听了。刚刚那个暗号是72路尘烟专用的暗号。顾兄，你别开玩笑了，这个话可不能乱说。谁和你开玩笑了？这可是比真金还真的消息。我现在不好奇了，一点都不好奇。哼。这位想必就是顾兄了吧？哼，在下昆仑圣地江平，昨日有事缠身，未能亲自迎接，还望海涵。圣子亲自招待在下，这完全是在下的荣幸。今日在下前来赌石，还
还望江兄多多指点。这两位兄台应该就是来自东荒的天骄吧？想不到顾兄原来是东荒之人。那东荒的天骄团上为何没有顾兄的名字？江兄见笑了，东荒能人辈出，在下这点微末本领算不得什么，所以我只是个凑数的，自然就上不了天骄团的名单了。顾兄这样的人物都上不了东荒天骄团的名单，看样子这东荒天骄团真是厉害非凡啊！找机会真要好好见识一下。这小子还在试探我底细。三位请随我来，还有几位道友也在此处，我替诸位介绍一下。顾兄，这位是琅琊阁的传人，人称麒麟才子的梅永思。中庭人杰地灵，若问谁是中庭最强的势力，恐怕没人能说得清楚。但若问整个中庭谁的消息最灵通，那必是金沙江旁的琅琊阁了。遍识天下英雄路，俯首江左有梅郎。今日能见识到琅琊阁的江左梅郎，真是荣幸之至。顾兄言重了，在下这点虚名，不过是诸多道友给面子罢了。这位兄台衣着气带皆与中庭之地不同，看样子应该是南园那边。我曾听闻南园出了一位绝世天骄，5岁手撕虎豹，18岁被36个部落共同授予第1勇士。想不到你对南园的事情也这么了解。中庭之地不注重肉体修炼，来这么久了，我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对手。听这家伙说，东荒有一强国，极为注重肉体修行。请问你是玄武国的人吗？我虽然来自东荒，但却不是出自玄武国。若是兄台想见识一下玄武国的天骄，可以找我旁边这位。苏兄乃是玄武国左皇亲封的1字并肩王，也是玄武国最为出色的天骄。我从你身上感受到了强悍的气息，我想和你打一架。我叫奔波尔霸巴图鲁，可以直接叫我巴图鲁。玄武国1字并肩王苏天，正好我也想与你切磋一下。我听说草原之上巴图鲁象征着勇士，既然你敢叫这个名字，实力应该不会太差。想不到顾兄不但身家丰厚，而且还博学多能。苏兄和巴图鲁兄弟一见如故，这可真是惜英雄重英雄啊！既然顾兄如此博学，不如请猜猜剩下几位道友的身份。兄台举手投足之间，有一股莫名的贵气。纵观整个中田，唯有瑶光圣地的圣子有这份气概。80年前出生时漫天红光，8岁打遍圣地年轻一辈无敌手。我说的对吧？被誉为谪仙的瑶光圣子。顾兄说笑了，谪仙一称只是虚名。若是顾兄不嫌弃，称呼我为扶摇即可。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。真是一个好名字。紫宁仙子昨日在下已经认识了，可是这位仙子的来历，我却不是看得很清楚，不知仙子可否提示一二？我没有他们那么大的来历，我出自小门小派，你不会知道的。仙子这话就不对了，中庭的情况在还是有几分了解的。你不说又怎么能确定我不知道呢？千山剑派麻姑。千山剑派，距离昆仑3800里，一脉单传，但那都是6、700年前的事了，早该没落了才对。根据琅琊阁记载，千山剑派早在300年前就已经消失了，没想到时至今日还能碰到传人。看样子我琅琊阁的情报又要重新整理了。此次参加天骄大会，我只想重整山门，并不想与任何人争强好胜。你不是要赌石吗？再不开始，我可就要走了。加油，
昨晚休息的怎么样？我昆仑圣地安排的住所可还满意？多谢江长老关心，昨晚睡得异常香甜。就是今日又要石坊中带走一件好东西，江长老可莫要心痛。1、2块石料而已，我昆仑圣地还出得起。若是小友肯来我昆仑圣地，这些石料全送给小友又何妨？江长老，这9块奇石着实不凡，光从外表上来看，在下恐怕看不出个什么。不知可否允许在下动些手段？当然可以，只要不破坏石料，所有手段都是被允许的。道文，去！这把兵器我要了，谁和我抢，我和他拼命！江长老，我已经选好石料了。哦，不知小友选中了哪一块？我选中了这块迎客松。昆仑圣地，老子来报仇了！江峰那个王八蛋在哪里？狐狸，你还敢来这儿？今日饶你不得！真以为老子怕你啊？有能耐出来与我大战300个回合！哼！顾兄，中庭3大美女之一的公孙怀玉出自72狼烟，不如我们比试一下，看看谁先抓到这个贼婆娘。到时候当个端茶递水的丫鬟也不错。我端的茶，你敢喝吗？公孙姑娘，千山剑派早在300年前就灭绝了。我琅琊阁的消息从来没有出过错。你冒充千山剑派的传人来昆仑圣地，实在不是一个明智之举。果然不愧是麒麟才子，这么多天骄齐聚于此，这里面应该有你的手笔吧？3年前那一场布局没能宰了你，真是太遗憾了。梅兄，何必与他废话？既然他敢来昆仑圣地，那我们定要让他有来无回。等等，怎么，你还有什么遗言吗？不是遗言，我是想请你们看一下自己的情况。虽然你们早就发现了我身份不对，但是你们就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劲吗？这是公孙怀玉的瞌睡谷，入谷之人3秒呼吸就会陷入沉睡。不过昏睡谷施展是有限制的，只要清醒期间离开昏睡谷的笼罩内即可。他此次的目的似乎并不是我们。果然不愧是瑶光圣子，所有的一切都被你说中了。老娘最近正差一个压寨夫君，这个小白脸儿我可就带走了。他要跑，阻止他！小蝈蝈们，你们打得人家好痛，这个仇我记住了。风景，扯狐！狐狸，我宰了你！火气不要这么大嘛！你昆仑圣地这么多人，我带走1、2个不是什么大问题。恶贼已被我重伤，昆仑圣地与72狼烟不死不休。叶兄，你们放心，顾兄的安全，我们昆仑圣地一定会保障。
若是那恶贼真的敢对顾兄不利，我定要用72蓝烟的头祭奠顾兄。叶兄，顾长安和72……苏兄，我们现在应该很担心顾长安安危，对吧？外人不清楚，我可是清楚的很。顾长安了解72狼烟，手段莫测，怪异的很。这才是修行界吧？仅仅是一个眼神就能让人万劫不复。哎呀，疼死我了！不枉我费了这么大的功夫把你弄出来，随随便便就能豪掷400万神元，你这可是史无前例的大肥羊呀！让我看看你都带了些什么好东西。丫头，受了这么重的伤还惦记着宝贝，命都不要了吗？你干什么？我干什么你不是看到了吗？这套易容术并不完善，施展的时候脸部不会有太大的表情。骗一些毛头小子还行，但在高手面前很容易露馅的。这贴身鳞甲是秘法炼制，没有独特手法绝对卸不下。还有，这易容术是我72烟的独门绝技，他为什么会知道？你这是什么药膏？效果居然比圣地的顶级疗伤药还要好。对我这么好，你该不会是喜欢我吧？哎呀，现在舒服多了。你的医术真好。按理来说，我应该好好谢你，但是……别闹，我正在想事情。这次这个局好像被人看出破绽了。你这么强的吗？虽然我伤没完全恢复，但你也不至于这么轻松就将我拿下吧？培养蛊虫不容易，别在我身上浪费了。在我面前玩蛊虫，你还嫩了点。你丫是上天派来专门针对我的吧？为什么你总能克制我的手段？为什么我的所有本领你都知道？好了，带我去72连的老巢吧。想得美！就算你救了我，我也不会带你去的。看样子，你还没有收到最新的消息。什么最新的消息？这个你到时候就知道了。三合金翅袖中藏，上有五阴并六阳，坤为阴来，乾为阳，五行八卦定纲常。这3枚铜钱是你们72灵烟表明身份的象征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这句暗语，只有师父和极少数核心狼主才知道。今天72位狼主全部去了昆仑，此人到底是谁？别看了，我的来历你绝对想不到。如果你不告诉我72狼烟的老巢，那我就自己去找，到时候你可别后悔。既然你这么想见识一下72狼烟的老巢，那我就满足你，希望你到时候别后悔。怀玉丫头回来了。师父，我回来了。师父，你怎么了？怀玉，他是你师祖的子嗣，从辈分上来说，你应该叫一声师叔。他不会以为我死了吧？我成了我自己儿子？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可否找个僻静之处？瞧我这脑子，怎么连这点都没注意？怀玉，你还等什么？还不快来拜见你师叔！这些客套的东西等一会儿再说，
你且附耳过来，我有些话要对你说。也对，老师是个念旧情的人，他临终前一定留了很多遗言。师弟，你放心，老师的遗愿我一定会完成的。阿丽，当初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你不是我的徒弟？先生，真的是你吗？你以为呢？师父常说他的一身本领是一位不肯收他为徒的申先生教的，这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家伙，竟然就是那位先生。你先出去吧，我有些话要和你师父说。先生的话就是我的话，出去吧。阿丽没有能遵守诺言，擅自传授先生的功法，还请先生责罚。功法的事我不怪你，我想不通的是，你为什么没有记住我的叮嘱？曾经我和你说过，若是想在修行界杀出一条血路，那就不能给自己留有弱点。可是你看看你现在，不但收徒，还打造出了一个世外桃源。你真以为天下没人能识破你的小伎俩吗？那些圣地和世家的底蕴是你无法想象的。若是有一天他们找到了这里，你该如何应对？当年的雷兽一族何其强大，可依旧被弱小的我亲手葬送。如今的72良烟尚且比不上雷兽一族，圣地的势力更是比当初的我强大了不知多少。我很好奇，你怎么敢这样做的？他们都是和我一起征战兄弟的遗孤，有段时间他们的身份暴露了，若是我不出手，他们只有死路一条。那我有没有告诉过你，踏入修行之路，情字一字必须放下。放不下这个情字，你当初又何必踏入？先生，你做到了吗？是啊，为了不变成冰冷的机器，为了不让故人在无尽的等待中死去，我宁可拖慢沉睡变强的进度。我同样放不下这心中的情。带着情字修行这条路很痛，也很漫长。正是因为我知道其中的痛苦，所以我才想让你避免。但你终究是走了我的老路，外面的人每死一个，你的心就会被割上一刀。大道之争不可能不流血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先生，我现在回不了头了。起来吧。既然回不了头，那接下来的路你可就要好好的走了。说说这些年的遭遇吧，你怎么会和昆仑圣地结下死仇？当年江无烦请先生出山，结果先生不辞而别，江不凡大为恼怒，一直无法找到先生，他就处处针对我，企图逼先生现身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矛盾越来越多，我们也斗了整整700多年。他当上了昆仑圣地的圣主，我当上了72牢烟的统领。照你这样说，这件事我大概率也逃不掉。昆仑圣地700年前认识我的人，估计就剩下这个江不凡了。若是我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，他应该会猜到我的秘密。秘密一旦公布，我可就会成为天下的公。难怪先生始终不让自己的名字流传下去，原来不是淡泊名利。700多年前他就已经是化神境，活到了现在依然生机盎然。先生他真的做到了长生。好了，不要搞得这么严肃。我既然来见你，那就说明我不在乎你知道这个秘密。现在还是来商讨一下接下来的对策吧。先生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当然是杀人灭口喽。昆仑圣地我没把握，但宰一个江不凡还是没什么问题的。他现在是圣地之主，在昆仑圣地我们杀不了他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大道之争将他引出来。想做到这一点，你需要和我里应外合方可成功。先生，这样做会不会有些危险？确实有点危险，但事情因我而起，自然也要因我而结束。你不会觉得我是那种只会把麻烦扔给别人的人吧？
先生哪能是那样的人呀？别人不知道先生，我还不知道先生吗？先生做事坦荡，但求问心无愧。停！少在这儿拍马屁，我没这爱好。去把你的徒弟叫进来，我有些话要叮嘱他。另外，也让他旁听一下我们的论道，这样有利于他日后的修行。什么论道？怎么，你认为你现在的修行体系很完美了吗？还是说，你觉得你修为比我高一些，我没资格和你论道？自己都还没练明白，就敢收徒教人，真是恬不知耻。古灵不过百才能参加天骄大会，他如果不是手段逆天改变了古灵，那就是真的长生不老。光是想一想都头皮发麻呀！丫头，有些事你猜到了，那说明你天资聪慧。可是你猜到了，并不等于可以乱说，你明白吗？我知道了，先生，我不会乱说的。如今天地大变，无数天骄都在开创新的修行体系。昆仑圣地的天骄大会上，我也观摩了许多。有的人从周身穴道入手，有的人从奇经八脉入手，更有甚者从易经入手。昆仑大长老江峰的一身剑意堪称旷世绝伦，见识了这么多的天骄，你们觉得这些大道当中，谁更胜一筹？先生，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上来，那你知道吗？抱歉，我也不知道，而且没必要知道。你自己都不知道，那你装的这么神秘干什么？你们要明白，登顶巅峰的路从来都不只有一条，天下大道多如繁星，每一条修炼到极致都可以登顶。金丹体系被天地排斥不假，但这不代表它是错的，只能说它不符合这个时代。当你们执着于寻找最强的大道时，就已经误入歧途了。准确的来说，应该在大道中寻找一条最稳、最符合这个时代的路。毕竟，只有笑到最后的人，才能算赢。先生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让我们不要局限于某一个境界的高低？就好比说，某一个体系在第二、第三境界可能弱一点，但是到了第四境以后，情况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。你这徒弟还是有悟性的。先生，如今的大道当中，哪一条才是最合适的呢？当然是我们修行的这一条了。气血、经脉、穴道、意境，这些方向我都研究过。以这些为基础，确实可以创造出强大的体系，但都不是最符合这个时代的。最合适这个时代的，只有修体。炼体？不是炼体，是修体。我好歹也是当代天骄，见过的世面不少，可修体这个词真是闻所未闻。别想了，这个词是我想出来的，你肯定没有听过。原来是这样呀。敢问先生，这炼体和修体有什么区别？有区别，而且区别很大。在天地规则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之前，主流修行体系分两种，内修和外修。内修以开辟丹田、凝成金丹为主，优势在于神识和灵力的强大，但劣势同样明显，肉身孱弱，而且极其依赖天赋。等达到了天赋的极限，修行之路也就到头了。外修也就是炼体，不太依赖天赋，注重的是资源和苦捐。大成之后，仅凭肉体力量就可以移山填海。同样修为的修士对战或者遇到绝境，活下来的一定是炼体修士。保命能力强，缺点也明显，极度消耗资源。这些虽然是常识，但从未有人如此细致地剖析过。大家都在执着于创造更强的功法，却忽略了体系本身的弊端。先生，你还没说修体是怎样一个体系呢？我已经告诉你了呀。内修和外修各有利弊，内外兼修，不就可以尽善尽美了吗？内修和外修不能同时兼顾，这是常识呀。整个修行界有无数人尝试过，可他们都失败了。说的没错，原来的内修和外修确实不能兼顾，但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？问题出在丹田之上。内修最先要做的是开辟丹田，形成灵气漩涡，把所有的力量都放在了丹田，导致肉体的大部分力量被吸走。而炼体修士要做的，正是把力量散在身体各个角落，
所以两种体系从根本上就冲突了。照你这么说，只要加大修行资源的获取，小心维持平衡，不就可以做到两者兼顾了吗？理论上是这样。很久以前有位天才耗费无数资源，成功做到，可是，在与人交手时，他轻而易举地被击败了。不是因为不够强，而是因为他体内的平衡太脆弱了，一受外力冲击，内部先崩溃了。先生，我有些感悟，不知道可不可以说？想说就说吧。另外，让你的徒弟也见识一下，你大部分的路走对了，但始终差那么临门一别。丫头，好好的看，这种机会是可遇不可夺的，将自身情况全部展现出来。父子之间也未必会这样做。先生，内外兼修的问题出现在丹田之上，那么解决之法也应该在丹田上寻找，对吗？真聪明，一下就说到了关键上。你这套修行体系是以8、9玄功为基础创造的。8、9玄功偏向炼体，但修炼它需要开辟丹田，以丹田之灵力淬炼肉身，这开创了修行界的先河。但这样做有个缺点，体内灵力都用来淬炼肉身，法术和遁术就会受限制。所以，创造8、9玄功的强大生灵，又创造出了纵地金光和法天象天等神通来弥补。所以，8、9玄功最珍贵的地方，不是功法本身，也不是神通，而是以灵力淬炼肉身的生小技巧。放开自身防御，让我来助你踏出这临门一脚吧。你干了什么？这700多年的厚积薄发，加上我帮你补全的这最关键一点，到底能让你走到哪一步？我很期待。守住本心，不要慌，不要刻意去阻止，也不要刻意去更改，顺应你身体的变化，他会帮你寻找出最合适的方法。丫头啊，这个修行体系简直是为你师父量身打造的。你看那边，3万年了，终于有开启天命的人了。哼，开启天命又如何？真正的天命，唯有强者方可承载。没有护道人守护，就算是天命者也得死。好一个乱世，好一个天命，这天地理应归我。此次天命，当该鼓足。沉寂5000年，只为今天。天命者身上有8、9玄功的气息，夺取天命，另外把8、9玄功给我带回来。有我无敌，天命者不足为惧。丫头，现在明白什么是修体了吧？不拘泥于肉身变强和灵气的吸沙，而是转头挖掘起自身的潜能。灵力、气血、精神力，3股力量经过肉体的洗礼，最后变成另一种新的能量。
再混合精神力，修行者对这股力量的掌控更强。最后再借鉴了八九玄功的部分秘法，彻底解决了灵力不能强化肉身的麻烦。如此一来，肉体、修为、神识3个方面没有一样落下。我终于明白师父为什么这么敬重他了。这种毫无短板、真正无敌的体系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怪物才能想出来啊？先生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样称赞你了。你是怎么想出这样的方法？可不敢揽这个功劳。这个修行体系的雏形是你师父提出来的，我所做的只不过是将其完善了一点点，然后替你师父找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关键点罢了。九仙拱日的意象旷古烁今，你师父会在这条路上走得很远，世上无人能比，就算是我也不行。没想到多年前的荒谬之言，先生依旧记在心中。我知道我没有资格当先生的徒弟，但我永远把先生当成我的老师。虽然我也没有资格当先生的徒孙，但我依旧把先生当成我的师祖。能教出这样一个优秀的弟子，我不高兴那是假的。虽然因为情况特殊不能亲口承认，但世上有些东西不是不承认就不存在，有这份心就够了。起来吧，跪在地上不嫌凉呀。新的修行体系已经出现，作为这条路上的先驱者，不打算给他取个名字吗？先生，这个体系没有您绝对不可能现世，还请先生赐名。从目前状况来看，这个修行体系有2个大境界，丹田处有一片金色的海洋，不如命名苦海如何？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踏入修行界，就如同在苦海挣扎。先生这名字贴切。若是第一大境界命名为苦海，其中的3个小境界，我觉得应该命名是泉眼、神桥、彼岸。我的丹田此时如同一片大海，而先生刺穿的地方，则如同泉眼一样，源源不断涌出力量。用泉眼来命名，再合适不过。身处苦海，回头便是岸。若是不肯回头，只有搭起神桥到达彼岸。神桥贯通，苦海的力量可被任意调用。到达了彼岸，便进入了下一个境界，也脱离了苦海。那下一个大境界，你打算怎么命名？洞天。何解？到达彼岸境之后，我再进一步，又发现了身体的另一个宝藏。此处宝藏乃是精神之力诞生的地方。按照原本的体系，精神力量会被调取到丹田，可转修后，新的力量居然自动汇聚在了精神力诞生的地方，并且开辟出了一个空间。此处空间太过奇特，潜力我还没有全部开发出来，所以我命名为洞天，寓意潜力无穷的意思。这700多年里，我花了200多年陪阿蛮游山玩水，300多年用来沉睡，剩下的时间都在过着焦淡生活。修行这种事，不过是我闲来无事随便练着玩的。在后续探索上，阿里其实已经超过我了。从情况上来看，踏入洞天境之后，第一步便是诞生神识，那第一个境界便命名为神识吧。但这第2个境界情况有些怪，我暂时也没想出好的名字。你们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为什么变强在你们眼中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？整个体系诞生我全程旁观，可到现在我连泉口在哪儿都没弄明楚，这也太打击人了吧！好歹我也算是个天骄，跟你们一比，简直比炮灰还差劲儿！小气，这么半天了都不告诉人家苦海境的诀窍。名字这种东西，随便取一个不就行了？既然和本体这么像，干脆叫本我得了。这个名字不错。第2个小境界不仅仅是神识的巨现，其中还有一些玄之又玄的韵味。想要达到第3个小境界，估计要从这方面入手了。至于是突破本我，还是斩去本我，这就需要阿丽你自己做决定了。或许你也能找到第3个选择。
多谢先生指点，阿力心中已经有了些许感悟。破关之日，阿力定不会让先生失望。至于闭关期间，就多劳先生费心了。师傅，这新的修行体系我还没领悟到关键，要不你教一下我再走吧。这丫头平时挺机灵的，怎么今天这么笨？我这师傅确实厉害，但你师傅的师傅就在这儿啊，居然让我来教，脑子被驴踢了吧？先生，你教我好不好？我又不是你师傅，为什么要教你？可是你和我师傅认识呀，而且还是有过命交情的那种，所以你怎么说也算是我的长辈。长辈指点一下晚辈，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行吧，就冲你这声长辈，我略微指点你一下。天生神通，有点意思。先生，我达到神识境了。还行，以你现在的实力，应该能在瑶光圣子手下撑过50招了。先生，那瑶光圣子有你说的这么强吗？不是有我说的这么强，是他比我说的还要强。你身上的鳞甲是用雷兽一族的鳞片制作的，异常坚固。就那件鳞甲的品质而言，以你现在的境界，根本无法将其破坏。可是瑶光圣子一击便将其击穿，若非他手下留情，你现在连命都没了。他什么时候手下留情了？我记得他打得可狠了，说是全力出手也不为过呀。是不是全力出手不好说，但他一定手下留情了。当时7大天骄共同围攻你，你挡住了昆仑圣子江平和子府圣女子宁的攻击，剩下5个人的攻击，你全靠肉身硬扛。苏天他们知道我和72老烟的关系，所以只是伤而未杀，可其他3个人就不一样了。梅永斯、巴图鲁、扶摇，这3个人哪一个不是1顶1的天骄？同为天骄之类，你应该明白天骄杀人的手段太多太多。不说别的，用暗劲震碎你几道精魅，估计不是什么难事。可他们谁都没有这么做，这个事情就有些怪了。先前大事情一件接着一件，我根本没空多想。现在仔细一想，这3人确实留手了，太怪异了。先生，那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我和他们才见过一面，还没你了解他们，怎么能猜透他们的心思？不过还有一件事我更加关心，你去昆仑圣地干什么？家里的修行资源不够了，我想去抓只肥羊来填补空缺。放屁！72老烟并不缺修行资源，而且这件事我问过你师父，他说你是先斩后奏，先跑出去，然后才传消息回来的。所以你是打算自己说，还是打算让你师父亲来问你？先生，这个事情我以后会告诉你的，你就不要再逼我了，好不好？对了，你不是说今天要开石吗？正好教我一下如何辨别石料，等我有实力了，我一定堵得他们哭爹叫娘。活了上千年，这丫头的心思怎么瞒得过我的眼睛？虽然她不说，但我已经猜到了几分。接下来只需要等她慢慢露出破绽就行。行，你不想说就不说吧。赌石这种东西其实没有什么诀窍，唯一的取胜办法就是全部抢过来自己开。先生骗人，内院的石头你开出东西，还可以用一些手段来解释。但昆仑石坊的招牌你怎么解释？那么多人从那里路过都没有发现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很简单，因为我了解火龙源。神源很久以前不叫神源，叫灵源。昆仑圣地开出整条火龙源的时候，我就参与了其中。当时所有人都去研究那条奇特的龙形灵源，而我却研究起了包裹灵源的石头。我发现这种灵源有一个特性，那就是会让石料变得酥脆，只不过速度很慢而已。昆仑圣地的招牌是用火龙源残留下来的石料雕刻的，包裹神源的石料极其坚硬，那些下人偷懒，于是就挑了一块比较脆的雕刻。所以我肯定那里面会有神源。就这么简单？不然你以为有多难？世上很多事并没有你想的这么难，只不过你没有找到简单的办法而已。
对了，瑶光圣子的事你不要急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未必比不上他。你的青莲异象我看着不一般，等那3颗莲子成熟之后，你说不定会验出3种神通。我和你师父创出的修行体系，只是为你指出了方向，具体的路该怎么走，这需要你自己摸索。顾长安回来啦！自从顾长安被抓，昆仑圣地就无限期延迟了天骄大会，扬言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这关乎圣地的颜面，也关乎我们对圣地实力的信任。妖女，放了顾小友，今日饶你一命。公子，这个人好凶呀！别怕，江长老这是担心我的安危而已。待我说明情况之后，江长老会理解的。不是，这俩人什么情况？怎么看着有点怪呢？小友，这是何意？没什么，他弃暗投明了。这个理由也太离谱了吧！被抓走20多天，直接让圣地死敌背叛师门跟着他混，根本不可能发生。小友莫怕，此处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，任凭这妖女有通天之能，也插翅难逃。无论她是对你下咒还是中蛊，我昆仑圣地都有办法保你安全。江长老，你真的误会了，怀玉姑娘已经弃暗投明，这一点我可以用人格担保。你说你弃暗投明，那你的投名状是什么？江峰，我弃暗投明，弃的是72良烟，投的是顾公子。我又不是投靠昆仑圣地，为什么要给昆仑圣地投名状？你要是不相信，我们不参加天骄大会就是了。顾长安去留自便，但你就绝对走不了。这小子肉身竟如此恐怖！我虽未尽全力，但他接的也太游刃有余了。江长老，举办天骄大会，昆仑圣地有言在先，只要年龄符合，无论身份，无论地位，都可以参加。可是现在你们为什么要阻止公孙姑娘参加呢？还是说偌大的昆仑圣地怕了这么一个小姑娘？此子实力不凡，且来历神秘，背后必有大势力。公孙怀玉赶来，说明屋里有底牌。若昆仑圣地依旧撕咬着不放，倒显得小家子气了。小友言之有理，我昆仑圣地的度量岂是一些贼寇可以揣测？公孙姑娘号称中庭3大美人，同样也是一位绝顶天骄，她自然有资格参加天骄大会。不过72狼烟和昆仑圣地是死仇，天骄大会结束之后，小友还是莫要掺和这件事了。72狼烟与昆仑圣地的恩怨，在下自然不想掺和，但有件事要说清楚：公孙姑娘已经弃暗投明，她不再是72狼烟的人了。昆仑圣地应该不会为难一个年轻人吧？哼，当然不会。等我砍下屋里的狗头之后，若他依旧能无动于衷，算他弃暗投明又如何？天骄大会已经耽搁了许久，现在小友回来了，那天骄大会明天便可开始，两位，请吧。我想象过无数种顾兄回归的惨烈场景，唯独没想过这种带着死敌大美女大摇大摆的住进来。我的房间比较大，你就睡我旁边那一间吧。顾兄，当初你说等我击败中田3大美人之后，便可向你挑战。敢问我现在可以挑战公孙姑娘吗？你也想打架？公子，天骄大会就是来打架的，不打架我来天骄大会干什么？你这么说，好像还真是这样。那你们打吧，去院子外面打，那里场地宽。还有，我准备一下，你们不要着急动手。听说你和公子来自一个地方，就是不知道你有公子的几分实力了。若是实力太弱，岂不是给公子脸上抹黑？强者从来都不是天生的，顾兄的实力我只能仰望，但总有一天我会超过他的。而你，便是这条路上的第一块垫脚石。能力不大，口气倒不小。看在你这么有志气的份上，等一下我一定让你爬不起来，省得你明天给公子丢人。我先去外面等你喽。你真要和他打？
72燎烟的传人，实力绝对不会一般的。你若是输了，玄武国的招牌可就没了。玄武国的招牌从来都不是欺软怕硬得来的，是一次又一次挑战强者打出来的。等我有一天打败了那些不可能打败的强敌，世人只会记住我的胜利，而不会记住我的失败。因为这个世界从来都只看结果。都是些什么人啊？你们脑子里怎么总想着打架呢？等苏天落败之后，就该我上场了。我虽然不喜欢莽撞的战斗，但也绝不会向任何人认输。你们快打呀！我都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们怎么还不打？公子，他们这么多人，等一下我要是打赢了，他们围攻我怎么办？那你不会把他们全部打趴下呀？天骄要是会被人数吓到，那还叫什么天骄？直接叫废物好了。公子说的话很有道理啊。太不要脸了！居然用偷袭这种下流手段！这就是你眼中的天骄吗？没错，这就是我眼中的天骄。公孙怀玉是天骄，苏天也是天骄，但唯独你们不算。你说的没错，东荒天骄团确实是个笑话。众人当中，只有叶恨生和司有资格参加那天骄大会。知耻而后勇，明白哪里不足是好事，但能不能改正，那就要看你自己了。小哥哥，你下手怎么能这么狠呢？人家是女孩子，你就不能怜香惜玉一点呀？太强了，他的招式千锤百炼根本没有破绽。更可怕的是，他一个女子的肉体强度，竟然比我这个专修肉体的还要强。修为、经验、心境全部碾压，我找不到赢的理由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过家家吗？打了这么半天，血都没有一滴，不想打都给我滚回去！小哥哥，公子发怒了，我要动真格的了。那就来吧！若在20天前，我绝赢不了这么轻松。开辟苦海之后，我的实力简直发生了翻天地的变化。我来会会你！好恐怖的力量，太快了，完全无法变招。一旦撤去防御，这绝杀一击绝对会砸碎我的脑袋！哈哈哈哈哈！想不到你一个女的还蛮抗揍的，我敲了你9下才把你打趴下。刚刚是我偷袭，这个不算。我们再来一场，你一定还有很多招数没用。得了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，我都快没脸看了。公子，你
你这价格也开得太低了吧？我就只值200斤神元。你当然不值200斤神元，因为另外100斤是叶恨生的。好精妙的拳法，在下佩服。梅兄言重了，我的拳法尚不及家师的1/1000，不值一提。还在站在那里干什么？不嫌丢人吗？滚过来！叶兄，你的天赋就算放到圣地当中也是翘楚。顾长安和你是同辈之人，就算他的实力强你一些，你也不至于被他这样呼来喝去吧？我乐意，你管得着吗？东荒那边的人都是受虐徒吗？丢死人，死丢人，人都被你们丢死了，就你们这样的还好意思自称天骄？别丢人了，回家去挑大粪吧。你们今天算是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世上没有最垃圾，只有更垃圾。你修行的是什么功法？天罡断体诀。哼，原来你还知道你修炼的是什么功法呀？我还以为你忘了呢。玄武国的历代帝皇，要是知道你把天罡断体诀用成王八壳子，他们估计得气得从棺材里蹦出来。天罡断体诀的玄妙远超乎你的想象，如果它真的只是一部炼体功法，那它就不会在玄武国长久流传了。虽然我输给了那个大块头，但那是他偷袭，正面交手我还指不定谁赢呢。反正在公子眼里，我肯定比苏天强多了。笑，你还有脸笑？3个人当中，就属你最差劲。你的境界高于苏天，你获得的资源也高于苏天。如果我是你，30招之内我要是不把他打得满地着牙，我直接找块豆腐撞死算了。知道为什么用豆腐吗？因为撞不死就羞死了，羞愧的羞。谁告诉你肉体强悍就一定要近身肉搏？你别告诉我你擅长的是拳脚。人家都是扬长避短，你直接反过来扬短避长。要不你开宗立派吧，毕竟蠢成你这样，哼，也算是修行界的一朵奇葩。名字我都替你想好了，就叫天下第一蠢门。师傅也骂过我，可从没这么恶毒过，太丢人了，我还不如去断2根骨头呢。完了完了，该我了！我刚才哪招用错了？赶紧认错，争取宽大处理。你的问题虽然也大，但比他们要好一点。另外，你的问题根本不在你身上，所以这个事情暂且放一放。晚上你来我房间，我有些话要对你说。刚刚没能让你打得尽兴，算是这生意服务的不到位。为了弥补你的损失，我亲自出手招待你，怎么样？刚刚我与叶兄切磋得非常尽兴，还是算了吧，非得让我主动对你动手吗？既然顾兄热情邀请，那我就舍命陪君子了，正好也见识一下顾兄的手段。嘿嘿，我刚刚也没尽兴，能算我一个吗？我只有一个傀儡，要不你等一下。还是算了吧，看你今天也累了，我们改天再约。昆仑十方时，巴图鲁、梅永斯、瑶光圣子这3人都对公孙怀玉留守了。巴图鲁是怕强龙不压地头蛇，不敢真结仇，但梅永斯不同，琅琊阁本就不怕72炎烟，他不仅留守，刚才还故意挑拨离间，这家伙一定知道些什么，而且还在布局。至于这瑶光圣子，我到现在还没看透。顾兄，讨教了。你有2个师傅，一个是夜月国狼皇，一个是太虚观不败道人。接下来你可要看仔细，不败道人的拳法不是你这样用的。这拳法和叶寒生刚才用的一模一样，但威力却是天壤之别。这只是他操控的一具傀儡啊！
若是他本尊出手，我绝对接不下一拳。这是师父独传给我的无名拳法，整个太虚剑只有师父会，他怎么可能？我的猜测难道是真的？这些天骄天赋不错，但100年时间太紧了，要修炼，要学秘术，还要开创体系，根本做不到融会贯通。跟我这个活了1000年几百家之长的人比，揍他们简直和揍小孩子一样轻松。要不是你当着我的面挑拨离间，我还真懒得动手。多谢顾兄指教，指教不敢当，切磋而已。下次话别再这么多了，不然就不是2颗牙可以解决的。技不如人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今天这笔账我记下了。架也打完了，我要回去休息了。你们自己玩去吧。进来吧。不是叫你晚上再来吗？顾兄让在下晚上前来，无非是想避开旁人的耳目。公孙姑娘已经外出，苏兄正在疗伤，所以现在这个时候比晚上更合适。说的有道理，坐吧。太虚观第46代真传弟子，拜见长安师叔。怎么看出来的？师尊闲暇时总爱教弟子看书，在古籍中，弟子发现太虚观曾在大玄皇朝有过一个辉煌时代。当时的10大真传弟子中，前8位陨落，唯有第10位真传弟子的记录寥寥无几，练功时走火入魔，暴毙而亡。大玄皇朝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？那时太虚观和夜月国还是死敌，有点意思。那天骄大会又是怎么帮你解开这个疑惑的呢？出发前，大师父让我去请一位送葬人前辈出山。二师父知道后，说天骄大会我会有一位厉害的护丹人，就不陪我去了。他当时只说了一句，他的拳法比我的更好。在见识到您的拳法之后，弟子终于确信您就是那位消失的真传弟子。你师父还是改不了这个心软的坏毛病。如果不是他露了馅儿，我还打算好好陪你们玩一玩呢。虽然你二师父帮了你，但也破坏了你大师父的计划。以完颜月聊的脾气，你二师父的这顿暴打是免不了的。师叔，这么多年您为什么不回去？大师父和二师父时常会站在山巅眺望，他们看的方向就是你隐居的方向啊。你真的就不见一见他们吗？见了又能怎样？他们有他们的路要走，我有我的路要走。路不同，终点自然也不同。见面只会让分别时更加痛心。那师叔，您为什么这次又愿意出来了呢？很简单，一是因为我有事要来这里，二是因为我想让一些人活着。天骄大会是一个时代的开启，有些担子必须要有人扛，你们扛不起来，可就轮到你们的师父扛了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明白师叔的意思。师叔若不是对我们抱有希望，先前也不会责骂我们。我们的表现在天骄大会中算得上合格，但在大道之争当中，我们连炮灰都算不上。如今天地大变，没有人知道未来的路会怎么走，但有一点所有人都知道，那就是未来一定会角逐出一个最强者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一定会尸山血海，白骨累累。师叔想让我们替师傅们分担一些压力，看样子道理你都明白，但你说我这样是不是有些太残忍了？让你们这一群娃娃去分担重任，多少有些说不过去呀。师叔，我们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。此次若不是师叔干预，我们永远都会活在长辈的羽翼之下。虽然长辈们的做法是为了我们好，但不想做那温室中的花朵，纵使生死道消，我们也要死在前进的路上。很好，你这番话证明我没有看错人。接下来的大道之争是天骄的对决，也是天骄背后势力的对决。身处于这片天地当中，生灵都难逃这一劫。苏天性格直来直往，他只适合做一名高手，并不适合统领一方。
公孙怀玉虽然机灵且勇猛，但是格局不够，所以他只适合做一员战将。唯独你做事稳扎稳打，心思缜密，你是一个当谋士的最好人选。师叔，你已经有人选了吗？是的，有那么一个，这个人你应该听说过，他就是72狼烟的统领乌力。选一个外人，难不成72狼烟和师叔还有更深层的关系？师叔该不会是看上公孙怀玉了吧？别想了，选择乌力不是因为我和他的渊源，而是因为他确实有这个资本争议症。除了乌力，无论是你的2位师傅，还是玄武国的左皇，他们始终差了点东西。话都说到这了，我再告诉你当年的一些小秘密吧。你的二师傅，虽然我要叫一声师兄，但他入门的时候还是个孩子，他身上的小半本领是我教的，他的行事风格也是跟着我学的。至于你的大师傅嘛，我也了解。在你的大师傅还是一条小母狼的时候，我和他发生了一些冲突，我把他打回了原形，然后剃光了他狼头上的毛。所以我对他的了解也算是比较深刻的。大师傅的脾气我太清楚了，师叔居然敢剃他的狼毛，怪不得我叫恨生，原来是这个原因呀。那左皇呢？左承耀就比较简单了，当初我因为一些事情跑到了玄武国，那个时候的玄武国有9位皇子在争夺皇位，身为大皇子的左承耀找到了我，然后他们给我封了个什么国师之位。当时他刚满100岁，整天跟在我屁股后面，我都快烦死了。所以我觉得我有资格评价他们吗？你当然有资格了，要是你都没有资格，天下就没有人有资格了。那72龙烟又是怎么回事？师叔，你不会是72龙烟的创始人之一吧？当然不是。还好还好，师叔的身份虽然多得吓人，放松，但总算没那么离谱。不过乌力的本领是我教的。纵横中庭的恶贼乌力，居然是师叔的徒弟。那公孙怀玉岂不是要叫他师祖？从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，但我不收徒。既然乌力是师叔教的，那按辈分来算，乌力就是我的师兄。帮自己的师兄，这能算帮外人吗？这完全是帮自家人。好了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该怎么做你自己琢磨。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给你成长，你要抓紧时间。我有事出去一下。师叔且慢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师叔，有一个小问题我很好奇。师叔您的性格师侄也有些了解，以您的性格，应该不太乐意掺和这种事情。是什么原因让您如此上心大道之争呢？根本原因还是有一个的，昆仑圣地的圣主江不凡和我有仇，我大概率要弄死他。不是，师叔你别吓我，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大道之争最多也就是和圣地结仇，宰了圣地之主，这是和圣地不死不休呀！谁和你闹着玩了？我是认真的。你们的仇有多大？除非我死，或者他死，不然这事永远没有尽头。师叔，我现在后悔来得及吗？晚了，早就告诉过你，好奇心害死猫，结果你就是不长记性。上次是72狼烟，这次是昆仑圣地，我很好奇你以后还睡不睡得着？你一定是故意的，这么多事情，我睡得着才见鬼了呢！小丫头片子，还挺谨慎的，居然清除了我留下的神识标记。不过你的道行还是太浅了点。那丫头应该跑得不远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在修行界，躲避神识搜索，要么隐匿气息，要么逃出范围。公孙怀玉显然想到了这些，但他忽略了一个最原始的方法——气味。小黑虽然虚弱，但他毕竟是兽灵，嗅觉远超常人。你们跟丢了公孙怀玉，也不能把气撒在我身上呀！跟踪我，你们还嫩了点。顾长安，这里是昆仑圣地，由不得你撒野。
公孙怀玉突然逃脱监视，他到底去哪儿了？你一个小喽啰就别问这种大事情了。今天的情况你如实上报就行了。另外，别再派人跟着我了。哼，想要看住我，江峰得亲自来。纳兰大哥，这个是不是药？这个叫相思子，也是一味药材。不过此药有毒，需要谨慎使用。纳兰大哥，你就说厉不厉害吧？第一次就找到了药材，快夸我！是，这次多亏了你，我才能采到这么多药材。我们去那边看看吧。好。爱情果然会让人盲目，身处危机四伏的敌营，还有心思谈情说爱。小黑，你说我要不要出去破坏这美好的时刻呢？杀意不要这么强烈，公孙怀玉的实力不弱，小心被他发现了。不要管这件事，我不想杀你。刚刚我还在想，公孙怀玉这丫头怎么突然变得厉害了起来，居然能无声无息地摆脱昆仑圣地的追踪。现在看来，是有你这位瑶光圣子善后呀。当初在昆仑石坊，你没有痛下杀手，恐怕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。不过你当时下手也太狠了，若是再重上几分，他的小命就不保了。在昆仑石坊的时候，你故意慢了一步，看似是为了保住你选中的石料，实则却是为了让公孙怀玉抓住你，主动和72狼烟接触。那说明你和72狼烟有渊源，有你坐镇，公孙怀玉死不了。事实证明，我并没有猜错，你果然和72狼烟有渊源，而且还不浅。果然不愧是瑶光圣子，看事情就是准。既然话都已经说到了这个份上，你不打算说一下那个短命鬼的身份吗？这个短命鬼是我弟弟。抱歉，我没猜到你们会是这种关系。不过有一说一，你弟弟可活不了多久。这个事儿外人不知道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我知道，他在娘胎里边受到了重创，是我亲自将他腹中剖出来的。原来是这样呀，不好意思，又勾起你的伤心事了。那你没报仇吗？以你的身份和实力，报仇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？杀我全家的是我师父，待我如亲生儿子的师父，他害怕我弟弟的天赋超过我，并且动摇我圣子的位置。我早就猜到了我师父会这么做，但是我没有阻止他，因为那个时候的我不是他的对手。我发现这8个月的弟弟还有一丝生机。那后来呢？后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。我按照他的意思，把凶手认定为我的对手，最后在我师父的帮助下，我杀光了我对手全家。自此，瑶光圣地再无人敢与我争锋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和你说这些吗？不知道，但你说了我就知道了。这只灵宠你几乎时刻不离身，从此可以看出你对它很重视。不过它伤得很重，重到寻常方法很难让它活命，所以你去昆仑石坊赌石，应该是为了寻找神元中的圣药来救它。你对神元石料的研究，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最厉害的。救我弟弟的方法只有2个，一是蝴蝶谷失传的补天膏，二是神元当中的圣药。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告诉你这些了吗？你的眼光确实毒辣，小黑和你弟弟情况很像，但你可能要失望了，圣药和补天膏都救不了你弟弟。你凭什么这么肯定？因为我2样东西都有呀。你刚刚没说实话，应该说是没完全说实话。蝴蝶谷的补天膏确实失传了，但是存货应该还有一些。我从你弟弟身上闻到了补天膏的味道。这些年，你弟弟应该就是靠着少量的补天膏续命。补天膏延续了你弟弟命，
所以你理所应当的认为拥有大量补天膏就可以救你弟弟。但我现在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这个想法是错的。你为什么会有补天膏？600年前蝴蝶谷百草草翁创出了这等惊世良药，可是，在补天膏问世不久之后，百草翁就作化了。自此，补天膏的药方失传，而那些被制作出来的补天膏更是被各大圣地瓜分一空。你别告诉我，你手里的补天膏来自其他圣地。我手里的补天膏怎么来的，自然不能告诉你，谁还没个小秘密啊？但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告诉你，那就是补天膏，我这里有很多，你要的话，我可以送你一罐。补天膏，你想要什么？抱歉，现在我无法向你提要求，因为补天膏马上就要对你弟弟没用了。如果补天膏救不了你弟弟的命，那这东西在你眼中毫无用处。一些无用之物又怎么能和你做交易呢？这种伤真的没办法救吗？从目前来看是这样的。以前我也以为圣药能救，可是当我得到圣药之后，我发现并不能。不然小黑也不会还是现在这模样。但也有可能是我没找到合适的圣药，毕竟圣药的种类很多，又是新可能。天知道他们会有什么神奇的功效。明天就是天骄大会，到时候五湖四海的人都会来。如果还找不到方法，我的小黑和你弟弟就真没救了。天骄大会，我助你扫平一切障碍。如果找到救我弟弟的方法，你可以开任何条件；若是找不到，你需要给我一罐补天膏。就冲你姚国圣子的名号，我先付一份定金。不过明天的天骄很多，你真有把握横扫一切？我的无敌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。对了，你那个师傅还活着吗？要是你不方便动手，我可以帮你。这样算你欠我一个人情，怎么样？他死了，5年前就死了，我亲手送他上的路。这小子看着待人随和，想不到骨子里还是个狠人呀。丫头啊丫头，你可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。公子，我们就这样进去？那你想怎么进去？苏天他们都是代表各自的国家，我孤家寡人一个，自然就没有什么排场了。公子，谁说你没有势力支持了？我师父和你的关系都不用说了，好吧？这话说的没错。那你可以把72老烟都叫过来，然后送我们进去啊。这样一来，我敢保证排场比任何人的都大。还是算了吧，这种小事就不用麻烦师傅他们了。毕竟我这身份也不太合适。既然知道身份不合适，那就老老实实的给我减少存在感。等天骄大会开始，有的是对手等你去挑战。只希望你到时候别被人家弄得哭鼻子。公子，我确实不敢自称天骄第一，但也不至于被弄得哭鼻子吧？生死之战我经历过不少，没你想的那么脆弱。我可没说让你去打架，天骄大会是吵架的地方。吵架你行吗？吵架？没错，就是吵架。北漠的天骄已经来了，而且阵仗不小。北漠的天骄已经来了吗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另外，我好像没看到北漠的人呀。你当然没听过，因为你的心思压根儿就不在这上面。北漠天骄早在1个月前就来了，不过他选择慢慢的走到昆仑圣地，在1个月的时间里，
他接连挑战了子府、瑶光、昆仑3大圣地，这3大圣地被他挑翻19个据点。每个圣地都有圣子，同时还有几个准圣子。知道为什么天骄大坏没他们的身影吗？因为他们全都被派去阻击那个北漠天骄了。公子，他真这么厉害？具体有多厉害我不清楚，毕竟3大圣地不会到处宣扬自己丢脸的事情。但是他连挑19个据点的方式我还是知道。什么方式？论道。听说此次来的人是北魔佛国千年难出的佛子，佛法之精深，堪称旷世绝伦。既然你这么有信心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在论道的时候将他说的哑口无言。公子，打架我还能行，但论道这种事我就不再想了。佛法这东西，我最多就会念一句阿弥豆腐，其他的我是一窍不通呀。不会佛法，那就道家了。不管是什么，人家说话你总得接得住吧？要是一句都接不住，那也太丢脸了。公子，你就别捉弄我了。你看我师父像是懂佛法道法的人吗？我师父都不会，我自然就更不会了。现在还觉得自己很厉害吗？不觉得了。能有这个觉悟很不错，但你也不要太过看轻自己。道在每个人心中，佛法如此，道法同样也是如此。你之所以说不出来，是因为你还没有看清楚心中模糊的道，也没有找到描述它的方法。看书既是学习前人的道，也是印证心中的道。学习和印证能解开心中的疑惑，疑惑解开，念头也就通达了。念头通达，那就证明你找到了自己的道。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公子，要不你再说一遍，我努力一下应该能明白。这丫头还小，就让她再过一段快乐的时光吧。怀玉，这天骄大会宏伟之极，待会儿进去你要好生注意。公子你放心，待会儿我不会做出失礼的事给你丢脸的。什么失礼？你有没有明白我的意思？不是这个意思。那公子你是什么意思？我且问你，你是谁？我是公孙怀玉啊。公孙怀玉是谁？72狼烟的弟子。既然你知道，你是72狼烟的弟子，那你更应该知道，72狼烟是土匪，是贼寇。你什么时候见过和土匪讲礼数了？待会儿进去之后，端上来的果盘能吃就吃，吃不了的就带走，千万不要为了面子而浪费。公子，你这么郑重，就为了说这事儿？不是为这个还能为什么？场面搞这么大，你觉得他们的果盘会差吗？刚刚我可是看见他们端进去好些300年份的珠果。300年的珠果？不是，这玩意儿一颗要卖20斤神元的，来了这么多天骄，这也太奢侈了吧？你以为呢？而且珠果还是点缀果盘用的。更好的东西应该早就端进去了。你要是不吃的话，待会儿把你那份给我。谁说不要了？谁抢我的果盘，我跟谁急！贼寇就是贼寇，一点教养都没有。哈哈哈，子宁姑娘，几日不见，你的气质真是越发超凡了。若是你肯来子府圣地做客，这种东西要多少有多少。真的吗？那真是求之不得。找时间我一定去子府圣地做客。顾兄，修行讲究才履法地，公孙姑娘确实国色天香，但我子府圣地也未必挑不出这样的美人。只要顾兄想，我愿为顾兄引荐几位子府圣地的准圣女。
多谢圣女的好意，这个事情我看还是算了吧。在下这人有一个怪癖，那就是轻易不会要别人的东西。一旦要了，那我就要最好的。放眼整个子府圣地，我唯独中意子宁姑娘。若是子宁姑娘愿意招我为婿，我二话不说，马上加入子府圣地。你，多谢顾兄抬爱，只可惜子宁一心向道，无心男女之情。先前的条件，顾兄还是考虑一下吧。那就以后再说吧。等有一天紫寻姑娘回心转意了，记得来找我。我最近辟谷，顾兄想要就都拿走吧。这多不好意思呀，我还是给你留一个吧。这个王八蛋，吃光自己的还要拿我的，无耻至极！乡野村夫就是乡野村夫，没见过什么大世面。狂龙堡少主万通，家传绝学狂龙手。10年前，一人独战5位元婴后期强者，并且一战成名。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在5年前打断了你一条腿。见到本姑娘，你为什么还有胆子说话呢？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来这里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大家来这里目的是为了论道，而不是像某些人一样来占便宜。真不知道有些人的脸皮到底有多厚，跑这么远过来蹭饭。公子，你拦我干什么？这种货色，3招之内我定取他项上头颅。怀玉，女孩子家脾气不要这么暴躁。这位公子说的很对，我们的行为确实是占便宜了。江圣子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这些果子不能吃，不足此处，还望海涵。有些果子已经入了我的肚子，我大概率是无法还给你了。这是500斤神元，算是我们刚刚吃果子的费用。江圣子，参加这天骄大会还要交费，每个席位上的果子应该都属于那个席位上的主人。难不成我子府圣地连送几个果子的权利都没有吗？诸位且慢，我昆仑圣地绝无此意。放肆！昆仑圣地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还不快滚过来给顾兄赔罪！想不到3位道友居然能亲自前来，我昆仑圣地真是荣幸之至呀！江圣主说笑了，天骄大会如此盛世，我玄武国岂有不来之理？先前传送阵出点问题，所以才来晚了些。700年了，他居然一点都没老，甚至比以前更年轻了。你们终于来了，我们回家吧。昆仑圣地太欺负人了。你他妈这是睁着眼说瞎话！万通惹你，你干嘛把锅扣在我头上？我这位名义上是师弟，实则是师兄的长安大哥，还是这么爱捉弄人。悠悠千载岁月，我已经变了，但他还是那个影子。这样，太像了。虽然眼前的人比那人要年轻许多，气息也完全不同，但这外貌简直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江圣主，就算昆仑圣地家大业大，也不能看不起人吧？道友误会了，
我昆仑圣地绝不会怠慢各位天骄，这里面可能有什么误会。但我看道友对这位小友颇为关心，不知道友与他是什么关系？长安大哥的身份不能暴露，可我也不能随便给他编个晚辈的身份。我是他的小师叔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和不败道人平辈而交，照这样算，我岂不是也成了你的晚辈？理论上是这样的，你别看我年纪小，但我辈分可高了。从辈分上来说，我是他的叔叔辈，他应该尊称我一声二叔。除了他，我还是他的。我要是把辈分抬得太高，这娘们估计要当场发飙。表哥，江圣主，我这位表哥来参加天骄大会，但是却被你昆仑圣地看不起。我想问问，你是看不起他，还是看不起我夜月国？二叔，昆仑圣地乃是中田1顶1的大势力，他们怎么欺负你了？这里面该不会是有什么误会吧？大侄子，真是委屈死了！我就吃他们2个果子，他们就说3道4的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二叔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来人家做客，怎么能随便吃人家的东西呢？吃东西自然要给钱呀。对了，江圣主，我这位二叔吃了你昆仑圣地多少果子？我玄武国出10倍的价钱赔罪，不知江圣主意下如何？圣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回圣主，此事皆因狂龙堡而起。误会，完全是误会。这大会上的瓜果点心就是为了招待诸位小友的，大家想吃多少都没问题。真的吗？真的吃多少都可以？我饭量有点大，吃多了你不会心疼吧？当然可以，既然你这么喜欢吃我昆仑圣地的瓜果点心，那多带些回去也无妨。等大会结束之后，我让人打包个180斤给你送过去。不过我看小友的面相很熟悉，很像我曾经遇到的一位故人呀。正常，很多人都说我是大众脸，圣主觉得熟悉，不奇怪。原来是这样，那估计是我太想念故人了。既然误会解开，诸位也快些入座吧，大会就要开始了。公子有气度，懒得搭理你，但我公孙怀玉就没这么大的度量了。天骄大会结束，72牢烟兵发狂龙堡。阿弥陀佛，小僧恳请女施主手下留情。太妖了！我从未见过有男子能长得如此妖艳。你算老几？你说留情就留情啊？我偏不留情，你能？丫头，回来！公子，你怎么又阻止我呀？我又不是打不过他们。你要做什么事，我自然不拦你，但你最好少和那个家伙接触。若是有一天你真的和这个家伙碰上了，那你只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转头就跑；第二，砍下他的脑袋，而且不要有丝毫犹豫。有没有你说的这么厉害呀？你顾长安也不像是怕事的人，怎么碰到个光头反而畏首畏尾了？要是怕的话，我替你先上前试探一番。好呀，那你就替我上前试探一番吧。这妖僧居然单手接下了我5成力道的一击！阿弥陀佛，施主，你戾气太重，让小僧念段经文，替你化解一下戾气吧。好安静，我曾经的执念似乎都不重要了。
现在知道什么是天骄大会了吗？是北漠佛子的反应防不胜防。那个巴托鲁一声暴喝就能吼翻一半人，跟这些怪物比，我还差得远。你这光头心太坏了，我不和你打。小僧玄心见过各位施主，不知小僧刚刚的经文是否替各位施主洗涤了一些戾气？小友不愧是佛国佛子，佛法之情深，令人汗颜。天骄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请入座吧。公子，你以前见过这位佛子吗？没有呀。没见过，你怎么知道他这么厉害？这里面有什么门道吗？你不觉得他厉害，是因为你不了解佛法，也不了解佛门。佛门的恐怖远超你的想象，而佛门当中有一种光头，是最不能招惹的，那就是以魔入佛的妖僧。这种光头可以说是难缠到了极致。他们没有佛的慈悲，没有魔的狂狂，佛魔皆是一体，不分彼此。说的更简单一点，佛和魔的优点他们都有，但是缺点却一点都没有。你不了解佛法，所以你领悟不了我说的意思。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。你要灭狂龙堡，他要阻止你。如果你执意灭了狂龙堡，那你知道他会怎么做吗？杀了我，给狂龙堡的人报仇？并不是，最后肯定是要杀你的。但过程没这么简单，他会抢在你灭了狂龙堡弄死你。为什么？他不是要阻止我灭狂龙堡吗？怎么他还杀起人来了？原因很简单，从佛家的因果论来说，当他阻止不了你灭狂龙堡的时候，这份因果就已经注定了。哼，为了替你免除这份杀孽，他自然要帮你灭了狂龙堡。另外，狂龙堡因你而灭，这是你种下的因，有因必有果。你种下恶因，这颗杂果自然要你吃下了。一套流程走下来，他功德无量，你下18层地狱，因为他既替你挡了杀孽，又了却了狂龙堡的因果。这种实力很强且具有迷惑性的疯子，太可怕了。阿弥陀佛，施主精通佛理，与我佛有缘，不知施主愿不愿意遁入空门，早日荣登西方极乐世界？妖僧，你想干什么我不管，但你最好别来招惹我。以魔入佛的了解我比你深，若是惹恼了我，把你的光头摘下来当球踢。今日天骄齐聚昆仑圣地，这是中庭的幸事，也是天下的幸事。如今天命现身，可谓是万载难遇的机缘。我昆仑圣地愿意牵头，联合各方势力，共同支持天命者承载天命。圣主，你说的这个天命是什么东西？他凭什么有资格让各方势力一起支持？天命一说，乃是一个十分遥远的传闻。据说得天命之人，将会成为这世间的最强者。每当上一位天命者死去，下一位天命者从众多强者当中应运而生。有天命者承载天命，世间所有修行者都不会受到天道的压制。这就是中庭势力要支持天命者的原因。那照你这么说，上一任天命者已经死了？可是这片大地上争斗了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最强者。要是天命者真的存在，他以前为什么不现身？根据瑶光古籍记载，3万年前，属于我们这一时代的天命被击碎过，而承载我们这一时代的天命者也失踪了。正是因为天命被击碎，3万年来，
修行界的修士寿元大大缩短，而且修行境界也受到了极大的制约。但万年后的今天，规则大变，新的天命诞生。为了无数修士的未来，我们自当保护天命者。天命者这么强都能出意外，击碎天命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大恐怖？既然圣主说中庭要全力支持天命者，那在下斗胆问一问，怎么确定谁是天命者？天命者的身份是否可以更改？谁开启了新的天命，谁便是天命者。但天命者也并非一成不变，若是有后来之人战胜了天命者，那么获胜的人便会获得承载天命的资格。那打不过天命者，然后用人数把天命者堆死，又会发生什么情况？天命会重新寻找人选，直到有人成功承载天命。怪不得各大圣地要疯狂招揽人才，他们是想广撒网找天命者。就算找不到，找出第二强者弄死天命者，资格自然也能落到自己手里。天命者是唯一的，阿离若在圣地之外，必会被中庭群起而攻之。72狼烟对付昆仑圣地一时之力，更别提五州势力。子府圣主至今没有道侣，72连烟和他们仇已不深。如果阿力能跟子府联姻，有个圣地当靠山，被围攻的局面就不攻自破。公子，天骄大会已经开始，那我们就进行大会的第一项吧。大会第一项乃是论道，夺得魁首者可拥有此物。89玄功的残篇，这大会还真是我的机缘。此物坚不可摧，而且锋利无比，乃是由玄黄母金所著，上面更是记载着一篇玄奥无比的功法。至于能不能破解，就要看诸位的机缘了。顾长安，我要挑战你！我拿你当道友，你居然敢用那种眼神看我师父，想当我师娘，绝不能忍！子宁姑娘，你不要这么激动，刚刚的事情……住嘴！此处乃是天骄大会，在这里只有大道之争，休要顾左言他。若是你怕了，认输便是。认输是不可能的，因为这个东西在下想要。这样吧，你先打赢了我身边这丫头，然后再来挑战我吧。对付你这种黄毛丫头，那还轮得到我家公子出手？我来就够了。看你还有几分姿色，要是你输了，给我家公子做丫鬟如何？没问题。要是你输了，你得给子府圣地留下一份血脉。现在的年轻人都玩得这么大吗？此次比试乃是切磋，所以就不动刀兵了。出圈者输，二位天骄可有异议？没有，没有。不可能！我不相信你的神识能离体而战，你在虚张声势！
公子，我把那个小丫头打败了，我厉不厉害？还行，马马虎虎。公子你真讨厌，就不会夸一下人家呀？只要这个秘密还没泄露，他们的注意力就会一直放在我身上，这样我就能给阿丽争取到足够多的时间了。江圣主，你说论到胜利的人就可以获得玄黄母金，现在过了这么半天都没人来挑战我，你是不是可以把奖励给我了？奖品自然是要给获胜者的，不过在这之前，我还是要询问一下其他小友是否要继续挑战。丫头，我看有些人想用车轮战来打你啊。知道了，公子，我保证下此手。既然诸位小友都不愿挑战公孙姑娘，那此次论道……且慢，江圣主，在下愿意挑战顾公子。小僧也愿意与顾施主论道一番。姚莹莹一直心不在焉，怎么突然跑出来挑战我？这情况怎么看都像是在给这光头扫平障碍。有意思，不来的时候一个都不来，来的时候一下就来了2个。行吧，那本姑娘就陪你们玩玩。丫头，你下去歇会儿，这次我来。公子，我没问题的，而且你也不能一个人吃独食呀。这个光头交给你，我去对付那个姚莹莹，分工很明确嘛。丫头，你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，有些时候境界之外的东西也很重要。这些人心真黑啊！幸好我没贸然动手，不然就被顾长安和扶摇这2个怪物联手做掉了。能与中庭最神秘的天骄论道，真是荣幸之至。哈哈，姚姑娘过谦了。无恨阁的无情天书威名远扬，能见识到无情仙子的无上大道，这是在下的荣幸。对了，不知道仙子想要怎么个比法？听闻瑶光圣子天生便拥有一块仙骨，配合瑶光圣地的大罗天仙诀，更是威力无穷。不知可否见识一下？没问题，仙子请吧。天下道法万千，你走的道很强，但这不是你自己的道。和我交手，用别人的道，你永远赢不了。姚莹莹光是一道眼神就能冻结灵魂，原以为学了新体系就能横着走，看来我还是太天真了。丫头，你的天赋不差，但是你还没有找到自己的道，只是一味的模仿你师父和我，你永远无法看到山巅的风景。就你这情况，对付一般的天骄尚可，但如果遇到那些明悟自身大道的天骄，你会输得一败涂地。师祖早就预料到我会遇到今天这种场景，怪不得他总爱叫我丫头。我果真是一个还没长大的黄毛丫头。人总是会在经历中成长，只要活着使明白这道理，就不算晚。公孙女施主看破虚妄，真是可喜可贺。少和我扯这些。身为妖僧的你，讲究的就是随心所欲，整天装出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，你不累吗？施主身上有佛性，遇到佛门中人，小僧自然要按照佛门的规矩来。行，我们今天就按照佛门的规矩来，只动嘴皮子不动手。另外告诉你一个小秘密，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小和尚，论实力他可能不是你的对手，但论佛性，你比他差远了。既是如此，想必施主应该与那位高僧变法过吧？变过，而且变过很多次。至于输给我的次数嘛，大概是这么多，2次，20次。施主还是直接说吧，小僧是猜不到答案了。那位大师不可能输给你200次吧？不是200次，他输了我20年了。虽然我现在的实力已经可以打10个慧敏，但我永远不认为自己强过他。
若是他们活到现在，成就应该比我还要厉害吧？施主果然佛缘深厚，那小僧就斗胆讨教了。敢问施主，等等，施主还有何事？变法归变法，但我不以佛法和你辩论，我以道法和你论上一论。太嚣张了，用道法去和佛子辩佛法。敢问何为佛？度世人者为佛。错。何错之有？佛本无相，以众生为相，故芸芸众生皆为佛。从北漠一走来，这是第一次有人在佛法上问得我哑口无言。人生有8苦：生、老、病、死，爱离别，怨长久，求不得，放不下。我佛门有无上经，使人超脱苦难，抵达彼岸。敢问道门有何方法，使人脱离苦难？道法自然。何谓道法自然？顺应本心，便是道法自然。生时纵以人生，老时颐养天年，病时思念扩大，死时落叶归根，爱时轰轰烈烈，怨时砥砺前行。佛法滚度世人忘记8苦，而道法不同，它令世人懂得8苦，记住8苦：生老病死，爱恨别离本，就是世人必须经历的事情。与其想方设法的放下，不如坦荡的去面对。当真正的懂得人生6苦之后，自然不会有后面的求不得，放不下。苦海无边，我不回头，我选择直面苦海。佛门教人忘记世间8苦，可我却求不得，放不下。玄心，你到底是魔还是佛？小僧知晓佛门48000法，普度众生，自然是佛。既然你是佛，你心中为何还有屠刀？小僧心中无刀，你有，刀就在你手中。玄心魔佛双修，顾平安一语点中他的魔性，玄心很可能彻底入魔。佛法云：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既然小僧心中有刀，那就证明小僧离佛不远了。是吗？你放下了手中的刀，立地成佛，那我手中的刀呢？佛门48000法，不知可有佛法度我？若是我屠光天下佛陀，然后再放下屠刀，还可以成佛吗？从你踏出北漠佛国开始，你让所有人都拿起了心中的屠刀，你这是渡人还是杀人？这场辩法我赢了。这就是变法吗？怎么感觉像是在胡扯呀？公孙姑娘，你小声点儿。顾兄和玄心谈论的乃是佛法大道，这样会被人笑话的。他们的谈话哪里有什么佛法大道了？顾兄问玄心是魔还是佛，本质是在问玄心的道。玄心说自己是佛，其实是告诉顾兄自己在普度世人，而顾兄却说出了相反的观点。他说玄心是魔，因为他在杀人。什么杀人渡人？你能不能说得再清楚一点？玄心一路挑翻了19座据点，引起了无数人的贪嗔痴恨。引起世人贪嗔痴恨，自然是魔。玄心明白这点，所以他说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意思是玄心会帮助天下人放下心中的屠刀。然后呢？他既然明确了自己的行为，为什么又会呈现出走火入魔的样子？这就是顾兄的高明之处了。玄心想让世人放下屠刀，可顾兄说屠刀源于玄心，解决麻烦要从根源入手，可根源就是玄心自己，医者不能自医。阿弥陀佛，小僧输了。多谢智者让小僧看清楚心中的屠刀。瑶光圣子果然名不虚传，我姚莹莹心服口服。
天骄都有一股谁也不服的傲气，这瑶光圣子能让姚莹莹心服口服，果然有点东西。哈哈哈哈，果然是英雄出少年，老夫已经许久没有看到这样精彩的论道了。这玄黄母金何该小友所得？多谢圣主。今日天色已晚，有几位小友状态不太好，下一场天骄大会的内容就放在明天吧。另外，在下想请小友赏月，还望小友今晚务必前来。陆长安这样的天骄，圣地果然都想拉拢。今晚来我房间。不是，你不能这样呀！虽然他很优秀，但他和你整整差了7、800岁呢。你要是那样，我们会接受不了的。顾小友，今晚务必来一叙。不是你们非得赶到一起啊？今晚上我还睡不睡觉了？表哥，既然你晚上没时间，那就白天陪一下我们吧。程耀先说吧，近千年前的疑问，他估计快憋坏了。先生，我父皇他死了，我亲自埋的。荒古禁地没有什么长生之法，求死之道倒是多得很。我活到现在和荒古禁地无关。几百年前我就知道夜月国和先生有联系，1000年过去，先生容颜不变，寿元不减，哪怕是白痴也明白其中有问题。但看来真的和荒古禁地无关。你为什么要插手天骄大会？这不是你的性格。哼，还有脸说？看看你们教的那些徒弟，胎毛都还没褪干净就出来闯荡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想些什么，无非就是想把他们保护的好一点，然后自己扛起这个时代的重任。但你们也不拿杆秤掂一下自己的斤两，你们能行吗？从你们徒弟身上的修行路流来看，我就知道你们在新的道路上并没有走多远。你们每一个都是活了千8百年的人了，你们快活到头了，知不知道？金丹体系化神期千载寿元便是极限，这些年我推演新体系，妄图逆活一世，可谈何容易？那长安大哥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争夺天命，让你们几个不成器的家伙再活一段时间。公孙怀玉身上的修炼体系对寿元的帮助远比金丹体系要大。虽然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棺材，但我最近没心思埋你们，你们还是再活一段时间吧。千年岁月，曾经保护我的人都没了，这世上只有先生还会像亲人一样关怀训斥我们。所以你打算争夺天命？我争夺不了天命，我的性格不合适。但是有一人我觉得还不错，此人便是72狼烟的统领乌力。公孙怀玉整天跟在他身后，要说他和72狼烟没关系才见鬼了。你这么看重他，这个人该不会是你的儿子吧？不知道就不要乱说人家的身份。我清清白白的一个黄花大小伙子，你可不能随意污蔑。这小子是我从一个地方带出来的，品性天赋都不错，他去争夺天命机会比较大。另外，我和江不凡有仇，我估计要找时间弄死他。长安大哥，那个江不凡怎么惹到你了？700年前我来到了昆仑圣地，当时江不凡还是准圣子，他想请我出山帮助他，结果我表面答应，然后背地里放了他的鸽子。找不到我，他就把气撒在了乌力身上，这也是72老烟和昆仑圣地结仇的原因。700年了，故人再见，他一定会察觉我的秘密，就算现在看不出来，以后也会看出点东西。所以为保险起见，我得弄死他。我帮你。先生是玄武国的国师，与先生为敌，便是与玄武国为敌。若是不相信他们，我也不会将最大的秘密托出。好了，这些事情以后再说吧。你们3个先把自己顾好，抓紧时间巩固一下修为，调整好状态。外面的那些小家伙，我会去教的。虽然他们的行为还有些稚嫩，但也还看得过去。我有预感，接下来要出大事了。什么大事？不知道。但是我心中一直有股隐约的不安。东荒、南原、北漠、中庭、西周，这5个地方
可以算得上是这片大陆的总称。可是这次的天骄大会，西周的天骄迟迟没有现身，这让我很奇怪。西周乃是妖族的聚集地，他们不来参加人族的天骄大会，也情有可原吧？道理是这样，但现实当中就有些说不通了。西周是妖族的聚集地没错，但这不代表西周没有人族。妖族和人族是两个种族不假，但两族不是死仇。就算走个过程，西周那边也要派点人过来吧。可是别说人影了，我连西周天骄的风声都没听到。你说这个事情是不是有问题？长安大哥，那你的猜测是什么？没有猜测，因为我现在知道的东西太少了。天命这个名字，我也是第一次听说。天地规则变化造成的影响，比我想的要大。我现在严重怀疑，天命的出现会把一些恐怖的存在调出来。青铜古殿的巨兽，荒古禁地的不祥，要是这些出来了，修行界必将掀起腥风率雨。荒古禁闭在玄武国范围之内，最近这段时间有异动吗？一位砍柴的樵夫说，他看到有一具棺材从山里飞了出来，具体来自哪里不知道，但方向应该是荒古禁地的方向，因为樵夫和荒古禁地相隔千里。所以我没把这具棺材往荒古禁地的方向上想。纵观玄武国史书，从来没有生灵从荒古禁地当中出来。现在你这么一说，这具棺材真有可能是从荒古禁洞里出来的。世上类似荒古更壁的恐怖存在不在少数，中田的圣墟就是一处。如果荒古共壁都有了动静，那么其他地方应该也有，这是越来越麻烦了。你们呢？别告诉我你们那里也出问题了。青铜古殿下的不祥，近100年来异常安静，但是在3年前，有人在青铜古殿上留下了一个掌印。什么人留下来的？不知道。不是，你们为什么会不知道？自从慧明死后，夜月国无时无刻不在加强对青铜古殿的看守，到了后面，你和林霄更是轮流看守。以你们俩的实力，不敢说天下无敌，那至少也是目前修行界顶尖的一批。不是轮流看守，是我们2人直接坐镇青铜古殿。那段时间，我和你师兄正在研究未来的修行之路该怎么走。可是当我某天从冥想中醒来的时候，青铜古殿的墙壁上就多出了一个掌印。那次冥想的时间很短，也就是短短的1个时辰，而且那面墙壁距离我只有20步的距离，你师兄离得更近，因为他背靠墙壁，那个掌印就距离他头顶3尺的距离。林霄，你当时也在冥想？没有，当时我在翻阅古籍，企图推演出新的修行体系。如果不是狼皇提醒，我根本不知道我背后的墙壁上出现了一个掌印。另外，那掌印旁边还有一件东西。怎么，这件东西你认识？认识，当然认识，因为这个木雕是我亲手雕刻的。普天之下，只有我才能雕出这样的木雕。先生，你怎么也有这掌印？难不成这掌印的主人也是你的朋友？木雕的主人是我的故人，但掌印的主人我就不知道了。掌印和木雕不是来自同一个人。我手中的掌印拓片是我从另一个青铜古殿获得的，当时青铜古下的不祥已经消失了。掌印旁边还有一行字，原文是“除疫大害，为天下和”。长安大哥，留有掌印的青铜古殿在哪里？乌力的家乡。根据我的推测，乌力的种族就是看守青铜古殿的存在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乌力的种族逐渐没落。当时我用一些特殊的方法，带着乌力离开了他的家乡。可是时至今日，我也没弄明白乌力的家是在五洲的哪个地方。世界之大，是远超乎我们想象的。天命这东西果然将很多厉害的存在给调出来了。看样子我的计划要加快了，至少先弄明白天命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
以及如何确定天命之人的身份。长安大哥，你先把事情说清楚再走嘛。完颜月里喜欢谁，我一清二楚。现在突然蹦出个木雕主人，这事儿可太有意思了。哼，你要是多看书，现在你就不会好奇木雕的主人是谁了。长安大哥，你这话就不对了。你都说了，这木雕是你亲手雕刻，普天之下无人能仿造。你和木雕的主人要是不说，我们上哪儿知道？为什么不能知道？这个木雕的主人你们应该听说过，甚至还见过。大玄皇朝还在的时候，苍兰宗差点和梵音寺联姻，这个事情你不会没有印象，因为这个事情在当时的大玄皇朝流传了近100年。长安大哥，我知道你博古通今，但也不能用这些修行界的趣事编假话骗我呀。据我所知，这件事情是慧明禅师年轻的时候闹出来的。有一天我好奇地问过，慧明禅师亲口说，这只是一个误会。苍兰宗的那位仙子是慧明禅师的长辈，当时只是起了爱才之心而已。说你脑子笨，你还不相信？既然你知道这件事儿，那你更应该知道，慧明和苍兰宗的仙子结缘是因为一个木雕。如果你的直觉再敏锐一点，你就会去调查当年慧明送出的到底是个什么木雕。如果你调查之后，你就会发现，慧明送出去的木雕和我手中的这个木雕是同一个风格。长安大哥，慧明禅师送木雕的时候，你应该还没加入太虚观吧？没错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谁规定我只能在加入太虚间之后才能有朋友？慧明当年送的木雕是我让他送的，所以木雕的主人正是苍兰宗的天骄宁安仙子。还有，慧明和我认识，你们都知道，但慧明应该从来都没有说过我和他是怎么认识的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们就没产生过一丝丝疑问吗？慧明比我们大了快100多岁，长安大哥入太虚观时才20岁，怎么算也不该认识啊！这就是当局者迷，这也不对啊！当年的宁安仙子乃是苍兰宗1000年难出的天才，因为一心修行，而且时常用长生这个理由拒绝各路青年才俊，所以得名宁安仙子。他这样的人，怎么会接受长安大哥你的木雕呢？就算是你和他认识，也不太可能吧。毕竟这东西本容易赋予一些另外的含义。我全名叫什么？顾长安。知道就好。宁安仙子口中的长生一直是人，他早就知道长安大哥能够永恒，所以执着追寻长生，是为了能一直陪伴他。慧明曾劝我不要等，说有一个人比我更加执着，依旧没能留住他。到底是怎样的执念，才会让一个女子去追寻虚无缥缈的长生，只为能够更长久的陪伴在他身边？女施主，我来给你送茶来了。说我等一下进去，提出和他结为道侣的条件。这位单身了700多年的大龄女修士，又该如何应对呢？有小丫头在场，调戏大龄女修士的事儿就不太好玩了。你怎么也在？我为什么不能在？进来吧，我师父在等你。嘿嘿。顾公子天资卓越，乃是1000年难有之奇才，不知顾公子师承何处？在下无门无派，一身本领只是自学的。原来如此，可是我看东荒的3位道友与公子关系匪浅，小友该不会是他们的传人吧？圣主说笑了，人生在世，谁还没几个朋友故人？在下只是机缘巧合与他们认识罢了。就比如子宁姑娘，也与昆仑圣地的江长老认识，总不可能她也是江长老的传人吧？他实力绝对不逊色任何圣地的圣子。若面前这真是一位野生的天骄，将其拉拢过来，可是大赚特赚。公子言之有理，不知公子如何看待我这位猎徒？子宁姑娘虽然在外经常薄纱遮面，但仅凭露出来的半张容颜就足以惊艳世人，其气质更是堪比天上的仙子，才情、容貌皆是上上之选。中庭3大美人名不虚传。
既然公子这般看得起我这位猎徒，那我就做一回月老，为公子牵一牵这根红线。不知公子意下如何？我败在公孙怀孕手里，子府圣地已失了锋芒。若是不寻找出路，师父退位后，我们必将被其他圣地压制。圣主说笑了，在下与子宁姑娘乃是君子之交，绝无他意。公子在如今这乱世，孤身一人很难有太大的成就。其他圣地开得出的价钱，我子府圣地同样也开得起。而且相比较之下，我子府圣地更有诚意。江平、扶摇、玄心、巴图鲁，这些人都是天骄中的妖孽，就算公子加入他们，也未必能获得全力支持。除开这些顶级势力之外，我实在想不出公子还有什么其他选择。公子总不会想和72王烟那些贼寇之流混为一谈吧？既然话都到这个份上了，如果在下继续拐弯抹角，就显得有些不识抬举了。纵观中庭，子府圣地开出的价格确实最诱人，但我对这种黄毛丫头不感兴趣，我要的是你。放肆！顾长安，你真以为子府圣地非你不可吗？出去！师父，他出去！你的潜力确实很大，但我不喜欢你这种类型。我喜欢那种霸气无边的男人。换个要求吧。哈哈哈哈！妙，妙极了！心静如水，动若观火。我的眼光果然没错。今天我来这里目的和你一样，也是来做月老的。恰巧我身边就有这么一个霸气无边的男人。若是你们抓住他的心，子府圣地的劣势瞬间将会扭转。哦，那你倒是说说，你口中男人是怎么个霸气法？白手起家，纵横中庭无敌手，搅得各大圣地鸡犬不宁。这样的男人够不够霸气？这件事情是你的想法还是他的想法？当然是我的想法。那家伙对男女之事就是个棒槌，如果等他醒悟，他一辈子都是光棍。你和江不凡是同时代的天骄，可是700年前的年轻一辈都被江不凡压得抬不起头来。现如今子宁已经败了，那就代表子府圣地还要被昆仑圣地压一头。就算你找到了能怎压江不凡的天骄，天骄成长起来还需要多少时间？现如今有一个现成的摆在你面前，你真的就不动心？你到底是谁？听你这语气，72狼烟似乎是你在当家。我是谁不重要，你只需要知道我能做这个主就行了。不过我也不是那种古板的人，如果他征服不了你，你征服不了他，那这件事情就此作废如何？不够，想要让子府圣地全力支持乌力，光凭他一个人还不够。72狼烟与昆仑圣地是死仇，与其他势力也有仇怨。如果子府圣地支持乌力，子府圣地将会成为中提的公敌，这个风险太大了。如果再加上我呢？你和乌力的事要是成了，我顾长安可以入住子府圣地300年。一言为定。有顾长安和乌力这2位绝顶天骄加入，再配合子府圣地的底蕴和资源，就算是天命之人现在现身，我也有把握争上一争。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是合作关系了，不知圣主可否说一说，到底什么是天命？天命是一个时代的气运凝结之物，当有生灵承载天命之后，那么这个生灵便会成为当世最强者。无论后来之人再怎么惊才好艳，始终会被压上那么一线。只有当天命者死去之后，后来之人才有资格争取最强的位置。你一直在诉说天命者的强大，那这天命者到底有多强？能详细说一下吗？成功承载天命的生灵有多强，没人知道。但是根据子府圣地的古籍记载，唯有天命者才能征战禁地，全身而退，并且天命者是有机会推平一座禁地的。推平一座禁地，这简直是一种无法想象的强大呀！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对天命就更感兴趣了。可是天命这东西虚无缥缈，谁脸上也不会写着“我是天命者”几个字。我们要怎么做，才能在天命者承载天命之前，成功的把他弄死？准确的说，我们要怎么才能把天命者从茫茫人海中揪出来？各大圣地既然想扶持出属于自己的天命者，
那么我们自然有寻找天命者的手段。在几大圣地当中，独属我子府圣地寻找天命者的手段最为有效。这是我子府圣地圣甲虫，此虫乃是万虫之首，刀剑难伤，水火不惧。此虫有一个特性，那就是喜欢气运深厚之人，而且还会根据不同的气运反映出不同的颜色。其中绿色最弱，蓝色好，橙色为优秀，紫色已经是万中无一。当碰到天命者的时候，圣甲虫会发出耀眼的赤红色。除此之外，那些与天命者因果颇深的人也会发出赤红色，只不过没有天命者那般纯净罢了。这只圣甲虫在4万年前曾经测试过天命者启蒙恩师的气运，当时圣甲虫直接绽放出了红紫2种颜色。虽然其中紫色占据较多，但就算是这样，天命者的师傅也成为了当世少数强者之一。你说的是这种颜色吗？红光充斥着整个房间，那唯一的一缕紫色微不足道。就现在这种情况，说他是天命者，绝对没有人怀疑。你干了什么？圣甲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？所有天骄在进入昆仑圣地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暗中检测了一遍。当时你的气运只是紫中带着一丝红色，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？你就算是天命者的亲儿子，也不至于这样吧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还想问你呢。这虫子是你拿出来的？你都不知道，我怎么会知道？所有天骄的情况，在进入昆仑圣地的时候，你们就已经检测过了。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开启天命这件事，是在你们检测过后发生的？哼，天骄大会期间，所有天骄都在圣地的监视之中。开启天命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，但动静绝对不会小。在这个期间，只有你脱离了昆仑圣地，逃脱了我们的监视。我大概猜到开启天命的人是谁了。这么大个馅饼砸下来，计划得改改。眼前的情况确实有些偏离我们的计划，但是问题不大。另外，我想问一问，你有没有办法弄死这只虫子？他的气运红成这样，说明和真正的天命者十分亲近。结合72狼烟的反应，真天命者是谁已经呼之欲出。我居然直接找到了天命者，而且顾长安也是天命者之下第一人，天下第一、第二皆入我囊中。子府圣地要起飞了！圣甲虫乃是我子府圣地的宝物，就算是我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消灭它。不过我可以将其封印，这样其他圣地就不会发现你和乌力的身份了。毕竟其他圣地的手段比圣甲虫差远了。这就是万虫之首？现在不是了。那个，你们家还有圣甲虫吗？没有了，几万年以来，这是子府圣地仅有的一只。既然都已经谈妥了，那事情就这么定了。先前你没有反悔，现在你想必更不会反悔了。等等，还有什么事吗？就算你想牵红线，那你至少也该让我们见一面吧。我好歹也是子府圣地之主，总不会喜欢上一个素未谋面的男人吧？这个事情我帮你想好了，过段时间我会让72云烟绑票，到时候你自会见到他。正好你也可以检验一下这个开启天命的男人到底有多强。如果连你都打不过，他也没资格承载天命。另外友情提醒一下，今天的事情我不会告诉任何人，包括乌力。也就是说，他在绑票的时候会全力出手，你如果手下留情会被痛揍的哟。我有个问题我很好奇，如果我成为了开启天命的人，你会爱上我吗？如果真的是你开启了天命，我可以成为你的得力干将，也可以成为你的盟友，但我绝对不会爱上你，因为你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这个回答真让人伤心，毕竟我对自己的容颜还是有些自信的。
不过这样的回答显然更符合我的心意。师傅，那个家伙没有出言放肆吧？3万年来第一个开启天命的男人，听起来好像真的很霸气。这样的男人到底会长什么样呢？师傅，你不要露出这样的表情，我真的很难接受。你这种行为放在凡人的口中叫吃嫩草，你知不知道？宁儿，从明天开始，顾长安就是子府圣地的圣子，而你也要寸步不离的保护他。师傅，你让我保护他？你哪只眼睛看到他需要我保护？叫你去你就去，难道连师傅的话你都不听了吗？我和乌力的事情只是小事，真正的大事是72狼烟与子府圣地的合作。乌力是天命之人，身份早晚瞒不住。我现在和顾长安目标一致，干扰其他势力，给乌力争取时间变强。这是一场惊天豪赌。隐藏乌力最好的办法就是制造更大的动静。顾长安这么神秘，刚好可以当挡箭牌，只要他底牌不翻，乌力就安全。哎，真是累死我了！你们就不能聚到一起然后说事情吗？非要我一个人跑来跑去的。一家家拜访，无非就是他们开条件，我委婉拒绝，再立个互不侵犯的假约定。这种约定，我连一根汗毛都不信。真到关键时刻，不背后捅刀都算他们积德。姚莹莹突然挑战我，绝对有猫腻。先去无恨阁。至于江不凡，这老东西手段极狠，昆仑圣地越来越强，硬骨头得放最后啃。真是不好意思，现在才来见师太，还望师太恕罪。来了就行，早一点和晚一点没什么区别。坐吧。天色已经不早了，师太有什么话，不如就直说吧。据我所知，无恨阁历代传人都是女弟子。照这样的情况来看，无恨阁对我起招揽之心的可能应该不大吧？无恨阁的传人自然不可能是男子，之所以邀请你前来，是有另一件事想请你帮忙。哦，不知师太有什么事需要晚辈帮忙？若是一些小事，晚辈自然不会推辞。这是请你出手的代价，你先看看再说吧。血手宝身，吞服之后会将吞服者的气血提升一个档次，而且不会有任何副作用。除此之外，血手宝身还是很多上古丹药的主材料。如果在下没有记错的话，这东西应该是无恨阁的镇阁三宝之一。现如今师太将三宝之一都拿了出来，师太想要做的事情应该不小吧？公孙怀玉身上的修行之法堪称旷古烁今，虽然不知道关键所在，但我还是看出了一些端倪。精气神混元一体，内外无缺，这样做确实可以避免很多缺陷。可是这样一来，修行者所需要的资源就会大大增加。关于灵力的方面，还可以用天地灵气和神元来补充，但是气血这方面可就难了。人族天生孱弱，想要让气血壮大，让肉身变强，滋补之物是必不可少的。境界越高，能滋补自身的天材地宝就越少。这血手宝身能助你更上一层楼，东西你可以带走，但你需要杀了玄心。师太，血手宝身确实是难得的宝贝，但我顾长安也不是穷不大，用这么一件东西就想让我去杀北漠佛国的佛子，这是不是有些异想天开了？光凭这么一件东西当然不够。等你杀了玄心之后，我可以让莹莹为你留下一份血脉，
莹莹的体质乃是万年难得一见，她和你诞下的子嗣一定会成为最耀眼的天骄。这个玩笑可不好笑。我顾长安虽然貌比潘安，但也还没自恋到认为所有女人都会喜欢我的地步。道侣这种事情讲究你情我愿，你总不可能……你打算动手段？是的，想要将无情天书修炼到最高境界，需要做到无情无欲。可是他偏偏爱上了北漠佛国的佛子，虽然他没有违背我的命令和玄心分开了，但他心中始终忘不了玄心。杀了玄心，诞下子嗣，他的心就会彻底死去，并且能将忘灵天书修炼到最高境界。怪不得玄心在天骄大会上变法输得那么快，原来是心有执念。佛国的佛子是不允许有道侣的，他能来参加天骄大会，恐怕是一步一步打出来的吧。没错，玄心硬闯佛国罗汉大阵，并且以入魔为代价离开了佛国。因为这件事，佛国已经放弃了玄心，只不过还有一些老古董在盼望玄心回心转意，所以才没有将其除名。你杀了玄心，北漠佛国不会太过为难你，以莹莹的身子作为弥补，你不吃亏。说实话，你真让人恶心。姚莹莹因为你忍痛割舍心中所爱，而你居然在背后算计她。我如果是她，你得死。他是无恨阁万年来最契合无情天书的传人，无情天书除了无恨阁祖师之外，再无人能修得圆满，而他却有这个机会，所以我不能看着他误入歧途。恨我也好，怨我也罢，只要他能练成无情天书，成就无垢体，就算是要我的命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好一个师太，好一个无恨阁！我顾长安长见识了。这件事情我做不了，师太你另请高明吧。你不答应，也会有其他人答应。其他人答应，那是其他人的事，反正我不会做这种恶心的事情。你算计你的徒弟我不管，你杀玄心我也不阻拦，但你千万别让这种事在我眼皮底下发生。如果让我看到了，那我可就要管一管了。因为你真的恶心到我了。丫头啊，当初你入修行界，我一直担心你遇到修行界的丑陋。事实证明，你真的没有让我担心。你走的是另一条路。这条路虽然孤独漫长，但却不会像我这样遇到很多恶心的事情。我这红尘路虽然精彩，可也扎心的很哟。真是抱歉，江圣主第一个邀请在下，可是在下却最后一个来见圣主。在下真是罪该万死呀！看不到明月，看看日出也不错。小友请坐。江圣主不打算开出招揽我的价码吗？小友误会了，我从未想过招揽小友，邀请小友前来只是为了叙旧罢了。其他人招揽小友，那是因为他们对自己不够自信，他们不认为自己能够笑到最后，所以他们才会把机会放在其他人身上。可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。700年前如此，700年后也是如此。哼，江圣主真的这么自信？如今天骄辈出，想从中杀出一条血路，这绝对是难如登天的事情。不知江圣主的自信从何而来？我的自信来源于我自己，就如同我当年一样，当时没有人相信我一个准圣子能取代真正的圣子，也没有人相信我能在所有人的反对下坐上圣主之位。我依稀记得，当我打败昆仑圣地真正的圣子之后，整个圣地的人不看好我。
因为他们觉得我是取巧获胜的，甚至当时有长老扬言，只要他一日不死，我就一日坐不上圣主之位。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还是坐上了圣主之位，而且为我加冕的人正是当初的那位长老。当时他的眼神中透露着不甘，但脸上又不得不表现出谄媚的表情。你是不知道他当时的样子有多滑稽。这看似云淡风轻的笑声里，透着无数的金戈铁马和血雨腥风。我江不凡能坐上圣主之位，虽然有我自己的努力在里面，可有一个人的功劳是永远都无法磨灭的。小友知道这个人是谁吗？乌力。他才是你登上圣主宝座的最大功臣。你战胜原有的圣子江峰，并且取代了他的位置，而江峰背后的人是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。你要坐稳圣子之位，那就只有不断的立功。所以你就是72狼烟最开始的资助者。哈哈，一针见血，小友眼光果然陡了。挑选乌力做我的对手，这是我这辈子最正确也最错误的选择。他真的很强，每过一段时间之后，他的实力都会发生质的改变。正是因为他展现出来的强大压力，我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得昆仑圣地的权利。因为当时只有我才能与乌力抗衡。可是没过多久，我就后悔做出了这个选择。因为我发现乌力不但天赋很好，脑子也不笨。我利用他掌控昆仑圣地的同时，他也在利用我壮大自己。等我彻底掌控昆仑圣地的时候，我居然发现我无法有效地杀死他了。至今想起，心中还是有些许懊悔呀。江圣主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继续拐弯抹角下去，得聊到什么时候？就喜欢小友这种聪明人。我的目的很简单，我需要你替我探路。瑶光圣子、南辕巴图鲁、北漠玄心、无恨阁姚妍妍，再加上一些还没露面的厉害人物，这些人加在一起，我也没有办法将他们一击必杀。我太了解这些天骄了，若是不能做到一击必杀，下一次他们就会变得更强。因为我当初就是这样走过来的。哼，我自然不会犯和我敌人一样的错误。如果我不这样做呢，那我就绞杀你。不管你想干什么，我都会阻止你。我知道你肯定已经找好了帮手，他们或许可以保住你的命，但绝对无法彻底拦住我。有了我的干预，你觉得你还能争夺天命吗？同样的招数，相似的情况，你就不怕再培养出一个乌力？不怕，因为人总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2次。可是我开辟出来的路，别人也可以走。万一我身后也有像你这样的人，有就有呗，对付一个总比对付一群要好。天命之争到了最后，一切计谋都会失效。真正能决定胜负的，只有自身的修为。我承认我的天赋要比乌力这种顶级天骄弱上一些，所以在这700年里，我想尽一切办法来弥补我的短板，准备了整整700年。我也很想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。小友的性格和相貌与我一位故人十分相似。当年我被那位故人耍了一次，为了防止我和小友的合作也出现这种情况，我决定帮小友一把。一切看那边。
找死！小友，你要是早些来，这丫头就不会受这么重的伤了。不过她真的很强，一夜过去了，居然还没死，看样子是真的命不该绝。有人要紧！华玉出事，我弟弟恐怕有危险了。这个时代的天骄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我没有想到你们居然会弱成这样。整整一夜围杀，他只靠战宠就逼我至此，这人太强，我毫无把握。要战便战，哪来这么多废话？我公孙怀玉只不过是72牢烟的一个小喽啰，碰上我72牢烟真正的天骄，你估计只有跪地求饶的份儿。那好，现在我就杀了你这个小喽啰，然后再去把你的什么72元烟彻底抹除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就会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天骄。哼，这才有点看头啊。不过你的速度太慢，似乎打不到我。哈哈哈。宰了他，当我者死！哈哈哈哈哈！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！这样的人有资格与我交手？讨你 M！ 江圣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昆仑圣地到底还能不能保证天骄的安全了？诸位不要误会，这只是一次切磋而已。这几位小友也是参加天骄大会的天骄，因为来得晚了些，所以才没有来得及向诸位介绍。这4位是来自西周的天骄，这位是来自圣墟禁闭的天骄。中庭之地，不过如此。禁地虽强，但也不是天下无敌。曾经天命者出世的时候，你们这些禁地哪一个不是安分守己？如此猖狂，就不怕天命之人乘在天命的那天去圣墟禁地走一趟吗？天命者的强大我不否认，可是现在还没有人承载天命，无奈天命所归，你们这些人终究只是陪衬罢了。鸟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别看了，现在你要是敢继续动手，小爷把你的翅膀拆下来烤着吃。要是不信的话，你试试。天上的鸟儿飞得再快，终究会被猎人打下来的。猎人打猎不假，但也要看看猎物是什么。如果猎人的猎物是一只雄鹰，那么猎人不但会打不到猎物，反而会被猎物杀死。而我方千城就是那只雄鹰。方千城，根据摇郎简集记载，这块大陆上曾经有很多上古族，统称为古族。然而强大的古族却在天命崩碎之后逐渐消失，而最后消失的古族
乃是背生双翼的天翼族。5000年前，天翼族曾经诞生了一位天骄，天生风雷双翼，其速度可达世间极致，故此取名方千城。其寓意为得此麒麟子，千城不换。哈哈哈哈！5000年过去了，想不到还有人能记得曾经的往事。你很不错，够资格做我的对手。不过在杀你之前，我要先撕烂这个家伙的嘴。江圣主，第2场天骄大会比什么？第2场天骄大会比手段。昆仑圣地探寻到了一处十分丰富的神元矿，就在昆仑圣地西边3000里的地方。可是矿脉里面却出现了恐怖的诡异。若是谁能消除诡异，这处矿脉便可以送给他。但是考虑到诸位小友状态不佳，这场比试延迟5天。同时，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性，在此期间任何天骄都不能离开昆仑圣地。知道了。任你多么天资绝伦，终究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5天之后，我倒要看看你顾长安会不会拼命。我要闭关5天，在此期间，我不见任何人，也不准任何人来打扰。你们4人亲自坐镇，并且隔绝一切探查。是。江不凡，你这么想让我替你扫平障碍，那我就好好的满足你一回。另外，你这天骄大会的动静太小了，我帮你弄大一点。他千算万算，始终没算到我有手段能脱离他的监视，更不知道我手握去绝世杀阵。龙盘虎躯，藏风聚水，果然是一块上好的龙脉之地。这样的地方最适合用来布阵了。天哭阵，借龙脉反噬之力杀敌，杀敌之后，整条龙脉枯竭，方圆千里化为荒芜。够狠！这个程度应该够用了。那个鸟人飞得这么快，一般阵法还真拿不住他。只可惜，飞得再快的鸟，也逃不逃出猎人的天罗地网。怎么看着有点不对劲呢？没道理啊！这种地方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呀。阵法师看这里是上好龙脉，可风水学上，这分明是一处大凶之地。为什么会截然相反？是只普通的枭妖，百年老枭成木魅，枭生避火朝中起，在凡人风水里，这是祸鸟。有东西正在改变这里的地势，只是这里的龙脉太强，你东西暂时被压制了。能直接影响龙脉的东西，整个中田也找不到几处。现在居然会出现压制不住的情况，有点意思。
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昆仑圣地果然有种，居然敢在这种东西上面开采神元，这东西再加上天哭大阵，玩的有点大了吧？这可不是我该操心的事，下次真不能手贱了。要不是有龙脉压制，我差点就交代在里面了。道友，明天的天骄大会，你可一定要保护我呀！顾兄说笑了，顾兄的实力旷古烁今，怎么会轮得到我来保护？这种玩笑，顾兄还是莫要再说了。不保护我，你来这儿干嘛？你先回去吧，他们两个的伤没有什么问题。既然这么怕危险，那为什么还来参加天骄大会？直接躲在家里不好吗？听子宁姑娘的意思，似乎是想在明天的天骄大会上保护在下。哼，我师父有令让我保护你的安全。虽然我讨厌你这个人，但我还是会尽职的保护你。我不敢保证替你打败一切强敌，但我能保证我一定不会跑在你前面。哈哈哈哈，了不得！子宁姑娘果然胆识过人。既然子宁姑娘都表态了，那在下也不小气。只要子宁姑娘明日不逃跑，天骄大会结束之后，我亲自传授子宁姑娘修行之法。这套法门正是公孙怀玉所练的。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，若有半点反悔，我不得好死。不过明日的天骄大会上，你可不能逃跑。没问题。虽然我不是方千城的对手，但是与其周旋一二，还是没什么问题的。若是我明日主动逃跑，我也没脸见你。小丫头不知天高地厚，瑶光圣子都不敢接的承诺，你也敢插手？看你明天怎么哭！陪我去房顶上坐坐。公子，你骂我吧，你怎么罚我都行，但是你不要不理我呀！我为什么要骂你？因为我擅自离开驻地，公子也因此和方千贤结仇。如果不是我，公子的计划部署不会被打乱，现在也不会陷入被动之中。结仇就结仇吧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反正我们迟早会遇到这样的局面。可是，没什么可是的，丫头，你走的不是散修的路子，日后你身边也会跟随着很多人。天底下不是所有人都能不犯错的，错误已经发生了，就算我骂你、训斥你，甚至杀了你，也不能改变局面。你确实犯错了，但这个错误还可以弥补，甚至解决它。我可以帮你1次、2次、3次，可是第4次、第5次呢？如果你永远学不会3思而行，到时候谁又来帮你？记住这次的教训就好。同样的错误，我不希望你犯2次。对了，那个蝴蝶谷的药童叫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去哪里闲逛遇到的。少在我面前说谎。我既然问你，那就代表我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。纳兰世德，这个名字有几分味道。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5年前我被昆仑圣地重伤，冲出重围之后我就晕倒了，是他救了我。原来是救命之恩呀！怪不得号称中庭妖女的公孙怀玉会如此倾心。既然你们两个都互相喜欢，那就好好的珍惜这段时光，别等老了又后悔。公子，你不反对我和他在一起？我为什么要反对？因为纳兰大哥没有修行天赋呀。没有就没有呗。我和你师父是那种让你联姻的人吗？只要你们互相喜欢，这就足够了。其他的事情我们不干预。另外，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了危险，我和你师父都没在你身边，你可以尝试向瑶光圣子求救。为什么？我和他不熟呀。因为纳兰圣德是他亲弟弟。不过纳兰圣德不知道这件事。就冲这层关系，扶摇不会袖手旁观的。如果不是他一直在悄悄善后，你和纳兰氏社的关系早就被发现了。另外这件事情，
你不要告诉纳兰使者，不然他会有危险。我从来没想过，纳兰大哥居然会是瑶光圣子的亲弟弟。明天的天骄大会，有几件事情你一定要记住。第一，不要与任何人起冲突，其中也包括方千城。第二，不准深入矿脉。公子，任何情况都不能违反这2条规矩吗？是的，哪怕方千城在你脸上吐口水，你也不能违背这2条规矩。不但你要遵守，你还要说服其他人也遵守。包括子欣。是的。公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吃一堑长一智，你果然长大了。事已密成，予以谢拜。明天的布局想要不露破绽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谁也不告诉。以前的他肯定会打破砂锅问到底，现在的成长正是我想看到的。顾长安，进了这矿脉，如果怕了的话，可以现在这么说。你如果怕了的话，就退出，没有人会笑话你。鹿死谁手尚且未知，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太过嚣张。这矿脉之中可是能屏蔽神识的探长，太过嚣张，很容易被人敲闷柜。是吗？那我就拭目以待了。我们走右边。公孙姑娘，你这是何意？没什么意思，我就是想走右边，而且你们要陪我一起。不是，你算老几啊？队伍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指手画脚了？这矿道四通八达，通往矿脉深处的路可不止一条。不行，任何人都不能走这条路。子宁姑娘息怒，既然公孙姑娘不让我们走这条路，那我们还是换一条吧。子宁姑娘先消消气，公孙姑娘这样做，想必自有她的道理。不如这样吧，我们分头行动，一部分人前去协助顾兄，另一部分人和公孙姑娘走另一条路。五行八卦阵，鬼以为宗阵。我该怎么才能让他们把这东西引出来呢？要是万一让人发现是我做的，那我估计得吃不了兜着走呀。想不留痕迹，只能从地下悄悄挖空石层。公孙怀玉，你够了！真以为我怕了你吗？你怕不怕我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不能进去。公孙怀玉，我承认你比我强，我也知道我不是顾长安的对手。你屡次三番的阻拦我们深入矿脉，这件事估计不是你的主意。可就算你和顾长安再强，也不能把我们当小孩子看吧？矿脉深处都是顶级天骄，平心而论，你觉得我们帮得上忙吗？他们合力绝对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。可公子下了死命令，原来统领一个队伍这么难。这世上真的不是所有事情都能摆在明面上说，没有理由，没有原因。总之你们就是不能深入矿脉，同时你们也不能离开矿脉。不进去就不进去了，他想死就让他死吧。你和他的关系最近，你都不在乎他的安危，我一个外人在乎什么呀？难道我们的实力在他眼中真的就这么不堪？
这老头就是化形的龙脉，棺材里是不化骨僵尸。我的手剑加快了邪龙被侵蚀的速度，最多1年，里面的东西就会破棺而出。300丈的矿石层已经被我彻底挖空了，现如今矿道和石室仅只相隔3寸左右的石板。以那帮家伙有事没事先打一下的习惯，他们可要遭殃了，够他们喝油的了。这事想洗脱嫌疑，我得找鸟人帮忙。他阻拦我进去，交手100余招之后，我一个不小心输1招，这就非常合理了。妖僧，你行不行呀？我记得佛门之人肉身一般都是很强悍的，怎么人家随便挠你一下你就破相了？这位施主拥有天下极速，小僧没有办法打败他。佛门金身若在矿脉中施展，势必会让此处矿脉坍塌。若是矿脉坍塌，顾施主或许可保无恙，但其他施主就危险了。这是小僧不愿意看到的。光头的心都黑，这秃驴不肯全力出手，一定还有其他的原因。方千成，你屡次3番的与我为敌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想知道我是什么目的？那就先把你的人头交出来，到时候我会亲自告诉你的。靠！你真的很让我意外，这一下都没把你弄死。你的命还真大，既然没能杀了你，那我也懒得动手了。滚回去告诉你身后的人，让他把8九玄功交出来。上次给公孙怀玉留了一条性命，这次又留了你一条狗命。若是还不识趣，那就只有死路一条。你也要和我动手吗？瑶光圣子，不过如此。主人，顾长安突然落败，恐有蹊跷，我们需不需要小心一些？一些小伎俩而已，不必在意。我知道这家伙没用出全部实力，但我同样也是如此。就算他拿出全部实力，我也照样能将他再次击败。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哼，一切阴谋诡计都起不了作用。顾长安擅长阵法，他故意示弱，无非是想让我进入他的阵法当中。哼，可是他太无知了，他不知道风雷双翼乃是天下所有阵法的克星。方千成也有8九玄功的残片，怪不得当初他没杀怀玉，原来是惦记背后的功法。他肯定以为我和怀玉背后有掌握完整8九玄功的天命之人传授。虽然有点出入，但还真让你猜对了。既然你已经猜到了，那你就更得死了。公子，你怎么了？技不如人，没什么好说的，我们走吧。不用管我，我就是个废物。以他的心性，绝不会失败1次就一蹶不振。怎么回事？宁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这个就要问陈大公子了，谁？够了！败给方虔诚，我输得心服口服，但哪怕我输得一败涂地，我也不会要旁人帮忙的。输了就是输了，没什么好辩解。我连矿脉深处都没到达，我有何颜面活在这个世上？江圣主，我东荒技不如人，没什么好说的，告辞。这伤是装出来的，他大费周章演这出戏，即将惹出的麻烦，恐怕大到连子府圣地都扛不住。诸位道友，有件事忘记和大家说了，顾平安已经成为了我子府圣地的圣子，如今圣子圣女皆已落败，子府圣地也没脸留在这儿，告辞。顾长安，我死！顾长安，祖宗18代！你没有受伤。神识虽然能给修士提供很多方便，但有些时候也不要太依赖神识。受伤确实会气息微靡，但气息微靡并不一定代表受伤。下次当你要确定一个人是否受伤时，你应该仔细地检查一下他的身体，在没有明确发现伤势之前，你最好不要妄下结论。怪不得他刚才抵死不让师傅查验伤势，原来是装的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为什么会问这种问题？我当然是在杀人呀！这么大惊小怪的干什么？亏你还是子府圣地的圣女。可是其他圣地的人还在矿脉里面啊！他疯了，一口气坑杀中条各大势力和顶级天骄，这事要是泄露出去，子府圣地就完了。我知道呀，可我杀的就是他们，不然我为什么演一场大戏给他们看？就是为了摆脱嫌疑吗？我这阵法虽然厉害，但他们也不是饭桶，大概率是杀不光的，你放心就是。你布置的是什么阵法？各大圣地可不是这么好应付的。一种上古杀阵，可以利用此处的龙脉进行杀敌。阵法结束之后，方圆千里都会成为一片死地。还有呢，如果仅仅只是布阵，也不值得你大费周章的撇清关系吧。另外，你这么急于逃离矿脉，那里面应该还有大恐怖。圣主就是圣主，比一些黄毛丫头有见识多了。那矿脉下面埋着一具无名骨尸体，
而且已经发生了尸变。之所以一直没有爆发，全靠此处的龙脉压制。无名蛊师，你是说，这矿脉下面有一具存放了不知多少年，且即将发生尸变的蛊师？是呀，这不可能！龙脉乃是地气凝结而成，无论什么样的邪祟都能佛灭。昆仑圣地的这处矿脉，放在整个中体都是数一数二的。在这样的矿脉下面，不可能有时机会发生尸变。我也不愿意相信这个结果，但事实就是这样。另外还有件事忘了告诉你们，此处的龙脉已经在蛊师的侵蚀下变成了一条邪龙。我这阵法是将龙脉变成凶龙。如今邪上加凶，到底会发生什么，我也不清楚。长安，那具尸体到底尸变到了什么程度？不清楚，但应该也就是那种不在五行且能飞天遁地的飞将之类。那玩意儿应该，或许，可能，大概不是传说中的不化蛊。毕竟这东西从来没出现过，也没人见过，甚至连具体的标准都不好衡量。所以我真不清楚。今天到场的500多位强者，如今活下来的不到30个。顾长安直接把中田80%以上的势力洗牌了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说，快点跑路呀！阵法已经不受我的控制了。
这下应该没问题了。子宁姑娘，我记得我们曾经有约定，你要在天骄大会上保护我的安全。可是刚刚走得太匆忙，好像没给你表现的机会。要不我辛苦一下，再弄个传送阵送你回去。圣子，你就别为难圣女了，她经验多有不足，以后还希望你多多指点。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子府圣地不能不闻不问。接下来，我要带着圣地一部分紫苑前去救援，圣地当中的诸多事宜就全交给圣子你了。为了进一步洗脱嫌疑，我必须带兵救援，这样也能获得一部分势力的好感，为日后与72狼烟合作铺路。你们打算怎么办？我们打算先回东荒。原以为我们的实力已经够用了，但是现在才发现，这点本钱远远不够。回去一下也好，不过昆仑圣地的超级传送阵你们是用不了了。这是我给你们准备的传送道台。每一个道台传送的距离都可以达到20万里，你们传送个1800次的，应该也就可以回到东荒了。你小心一点，东荒永远是你的家，无论什么时候，东荒都能保你周全。知道了，遇到麻烦我会去找你们的。另外，东荒的天骄团我安排人将他们接出来了，地址也在里面，到时候你们自己看就知道了。珍重。顾兄，我们这算是开始独自闯天下了吗？从今以后，你们对我的称呼要变成先生。天骄大会已经结束，没有人再把你们当小孩子看了。你们的世界里，也不会再有知错就改这种事情了。圣子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们可是等了你许久呀！多谢诸位长老的抬爱，长安真是惶恐万分。初来乍到，有什么做的不都到位的，还请诸位长老多多包涵。不用担心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子府圣地别的没有，就是底气特别足。无论你招惹了谁，我们子府圣地都能保你无恙。大长老，有件事我要和你说一下。这次回来，我还带了几个人，我想动用咱家的资源培养一下。留在这儿没什么问题，可动用资源培养不是一件小事啊。你说的那些人应该都是有传承的吧？大长老，我现在是子府圣地的圣子，我能干那种亏本的买卖吗？公孙怀玉是我从72狼烟带出来的，这里面的关系我不方便细说。但您老应该明白，东荒那2位一流天骄，他们确实不能加入子府圣地，但是以后挂个客卿长老的位置，还是没什么问题的。而且据我所知，他们2个接手玄武国和夜月国，可是板上钉钉的。这其中的价值，还用晚辈多说吗？好说，我子府圣地最喜欢培养各种天骄。
圣子，快些带我们去见见这几位小友。这就是圣子带回来的几位小友吗？果然是百年难得一见的青年才俊呀！不是，有没有这么夸张呀？长安，你融入环境也太快了吧！我们还没从刚才的死里逃生里缓过来呢。我和大长老已经商量好了，你们3个从今天起就是子府圣地的记名弟子了，但是却可以享受内门弟子的待遇。这是大长老给你们的机缘，还不快谢谢大长老？不用多礼，从今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不用这么拘束。我们这帮老骨头就住在圣地的后山。几位小友，若是有什么修行上的问题，可以随时来问我们。另外，我子府圣地有一套十分完善的奖放制度，只要诸位小友好好努力，我子府圣地绝不会埋没任何一位天才。圣女、圣子和诸位小友刚来子府圣地，所以对子府圣地的规矩可能不太了解。等一会儿就劳烦圣女给他们讲解一下了。我知道了，大长老。圣子大人，现在就由我来给你介绍子府圣地的规矩吧。虽然以你的手段，不出3天就会和整个子府圣地打成一片，但流程还是要走的嘛。我一个刚来的，比她这从小长大的圣女还受欢迎。诸位，你们怎么看这个顾长安？气血如铅似汞，可与禁地之子交手而不落下风，实力天赋皆是上上之选。来历神秘，身家颇生，此子绝非池中之物。此子从扬名开始，从未全力出手过，这也就说明他的潜力或许远超我们的想象。然而顾长安的潜力强大不假，可是他身上的麻烦同样也不小。72狼烟与他纠缠不清，其传承人更是直接跟在了他的身边。还有天骄大会的意外，圣主也与诸位说了，诸位怎么看？这事儿太大了，矿脉失变，中田80%掌权人陨落，偏偏我们的人在顾长安带领下毫发无伤。昆仑圣地刚围杀了他的人，转头就出了这种事，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会怀疑到他头上。这个麻烦是不是有些大了？顾长老，你怕是修炼时间太长，哼，把脑袋给修糊涂了吧？昆仑圣地的麻烦与我子府圣地有何关系？天骄大会出了这么大的麻烦，让整个中田都遭受了浩劫，也幸亏圣子有大气运在身，方才侥幸逃脱。我子府圣地不去找他的麻烦就算了，难不成他还要来找我们的麻烦吗？道理虽是如此，可终究无法洗脱全部嫌疑啊。我们是不是该做些什么？比如准备好如何应对各方势力的质问。哼，质问我子府圣地的圣子，是单凭一点点嫌疑就可以来质问的吗？说起嫌疑，我还怀疑这是他江不凡的手笔呢。其目的就是为了扫平障碍，坑杀年轻一辈的天骄，捉贼拿赃，有些事是要讲证据的。如果没有证据，就把这个屎盆子往圣子的脑袋上扣。那我们子府圣地也不是吃素的。确实，就算有人猜到真相，放眼整个中庭，也没人敢不凭证据来子府拿人。危险和机遇是并存的，如果没有相应的胸心和胆识，我子府圣地如何能招揽精彩艳艳的天骄？言之有理，想要招揽这样的天骄，确实需要付出些代价。那72牢烟怎么处理？前段时间他们还洗劫了圣地的一处据点，
损失倒也不算多。若是看在顾长安的份上，和解还是没什么问题的。哼，目前这段时间，子府圣地和72狼烟绝不和解，而且圣主还会亲自征讨72狼烟。顾平安都成圣子了，我们跟72狼烟都算沾亲带故了，怎么还要打？侯老六，商量大事我们敬你3分，但如果你继续卖关子，我们可就要和你切磋一下了。刘叔，你再叫一遍，打就打，我怕你们呀！老六，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，我们这帮老家伙寿元本来就不多了，你在这卖关子，那不等于浪费大家的时间吗？哼，当初圣主是这么回答我的，他说中庭最近比较乱，子府圣地很可能会遭受到袭击。如果72牢烟来犯，他要亲自和无力过招，让我们都不要插手。圣主真是这么说的？这是当然。那这个事情有把握吗？不知道。这种事情的决定权在圣主手里，在乌力手里，甚至有可能在顾长安手里，但绝对不会在我们手里。如果只是为了一个顾长安，子府圣地的这笔生意有点小亏，但如果要是再加上72狼烟和乌力，这笔生意可就赚大了。乌力和72狼烟要是真成了自己人，我子府的实力将暴涨。大长老，我觉得东边的一个城池应该倾注一些资源，你看200万神元怎么样？这个建议好。另外，我们还可以让圣主亲自坐镇那里。虽然那里地处偏僻，而且时常有72狼烟的踪迹，但是凭借圣主的实力，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。这件事情以后再说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先安顿好顾长安。留住顾长安，就等于和72狼烟以及东荒强国建立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联盟。这件事情关乎到子府圣地的千年大计，若是谁搞砸了，可就别怪我不念旧情了。这些都是我们的吗？不是这些东西都是你的，而是你可以这些东西内自由挑选。子府圣地的奖惩机制很简单，一切都靠积分说话。所有的弟子，包括我在内，都需要靠做任务获取积分。等级最低的记名弟子，没有任何待遇。外门弟子每月1000积分，入门1万；内门弟子每月可获得10万积分。对了，内门弟子就是你们口中所说的准圣子。你们子府圣地的待遇这么好的吗？10万积分可就等于10万斤神元，也就是说，我在这儿什么都不做，躺平1年就能获得100多万斤神元。想得美！从入门弟子开始，每人每年必须完成相应的任务，不然的话，身份等级会降低的。至于真传弟子，也就是圣子圣女，就没有这些限制了，不用强制执行任务，只要积分够，什么东西都可以兑换，50万斤神元以下的资源随意调取。做点小任务就有这么多资源，哼！这躺平薅羊毛的生活简直不要太舒服。规矩我已经知道了，那任务去哪里领取？就在我们刚刚路过的天机阁里面，那里面除了领取任务，还可以发布任务，同时领取相应的任务，还会有一些基础情报附赠。但如果想要知道更详细的情报，这就需要花费积分兑换了。想去就去吧。我的圣子大人，公孙怀玉他们去做任务了，不知您接下来打算做什么呢？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小女子愿意全力协助。我要做的事情就不用你帮忙了，反倒是你需要做一些事情。既然公孙怀玉去做任务了，你也去接几个任务吧。如果等我处理完事情之后，你的任务总数超过公孙怀玉的话，新的修行之法依旧是你的。
你真的愿意教我？公孙怀云所练的修行体系绝非等闲，矿脉上的事情我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先前的赌约不是为了戏弄你，而是为了让你知道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经过这件事，相信你应该会长记性的。公孙怀玉和你并称为中庭3大美人，你们俩的情况都在伯仲之间。要是这次你还是比不过公孙怀玉，或许你真的没资格征战这个乱世。我承认公孙怀玉在修行之路上比我领先了一步，但我终究会超过他的。有这个信心就对了，快去吧。去就去，你到时候等着看就行了。这不对啊，你是圣子，我是圣女，按道理来说我们是平级，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安排呢？我们确实是平级，我也没有资格指挥你。你完全可以选择不听我的话，甚至我可以把指挥权交给你。问题是这个指挥权你敢接吗？还是说你打算召集子府圣地的长老们开个会，仔细商讨一下我们之间谁做主这个问题？我的长安圣子，我知道你厉害，我听你的还不行吗？下次有什么话你可以直说，别这样拐弯抹角的骂我笨了。这丫头虽然爱闹情绪，但做事不会被情绪左右，稍微培养一年，定是个得力干将。承在天命的事还有诸多疑惑，必须去子府的学海走一趟了。这才是子府圣地真正的底蕴，镇守血海的活化石。啧，挖空3座大山，底下更是绵延500多里。圣地就是圣地，底蕴果然深厚。子府圣地新任圣子顾长安，持大长老令前来观看典籍。多谢前辈。金丹元年，无极天尊创金丹之法，承在天命。承在前夜，百拜仙尊约战天尊于圣虚禁地。翌日，百拜仙尊失踪，无极天尊承在天命。这寿元也太长了吧！祖皇年轻时听过百拜仙尊传说，那是3万年前。无限接近天命之人，竟能活这么久。3位天命者的寿命越来越短了，10万年前活了3万年，2万年前活了1万年，无极天尊只活了5000年就消失了，导致天命崩碎。为什么历史有断层？天命者承在天命前，究竟在和谁大战？百拜仙尊留石棺，青铜古殿现荒古，这些惊天动地的事，子府圣地的古籍里竟只字未提。只有一个解释：有人或者某种不可名状的存在，在刻意抹除青铜古殿的痕迹，而且历代天命者承在天命后都会消失一段时间，归来时接待上，一定和青铜古殿有关。子府圣地欺负人！见过圣子。公孙怀玉惹事是正常的，可是连圣女子宁也被围了。子宁，怎么回事？圣子，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呀！
圣女和他们3个把整个天机阁7成的任务都接了，这样下去我们就没任务可以做了。完不成任务，我们来年等级就要降了呀！你们4个把子府圣地7成的任务都接了。先生，能者多劳嘛，我也是想为子府圣地出一份力，但这个事情主要怪子宁，如果他不来掺和一脚，我们3个最多只能接5成任务。可是他抢了另外2成任务，所以才让其他人没任务。这种事情你们应该去找长老呀。长老那边怎么说？长老说，在圣主没有回来之前，子府圣地所有事情都由圣子处理。圣子，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呀！讲道理，这种情况我真没想到。这个事情我暂时不好下结论，因为我还没具体了解天机阁的情况。不如这样吧，诸位随我一同前往天机阁，等我了解清楚情况之后，再给诸位一个答复，如何？全凭圣子做主。长老多礼了。我听诸位同门说，近日天机阁任务数量稀少，所以想来简问问情况。圣子，近2个月的任务情况都在这里，具体情况你自己看吧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4成被怀玉和紫音接了，3成归了叶寒生、苏天，剩下的全都是种草养兽的边角料，连这点边角料也是勉强剩下的吧。圣子，真不是我们故意闹事，实在是圣女他们不给我们留活路呀！奖励比较大的任务都让他们做了，我们快没事情可以做了。长老，天机阁的任务可以多增加一些吗？加不了，任务的产生是因为圣地有需求才出现的。可是需求这种东西不是天天都有，圣子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。道理是这么个道理，但需求这种东西是可以创造的，没有需求我们就创造需求。如今正当乱世，我认为子府圣地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做。天机阁不但负责整个子府圣地的任务发布，还掌控着子府圣地的情报网。敢问长老，最近2个月中庭都发生了些什么事？中庭最近发生的事情比较多，瑶光圣主陨落，瑶光圣子继位，同时各大势力都在联手绞杀不灭谷。除了这些之外，还有一件事。长老有什么话就直说吧，只要不涉及圣地机密，说出来给大家听听也没什么关系。这件事本来是要告诉圣子你的，可是圣子一直在闭关，所以没找到机会。既然圣子都这么说了，那说一下也无妨。最近中庭有谣言称，不化使是圣子你引出来的，其目的就是为了坑杀各路天骄。有证据吗？什么证据？长老，散布这些谣言的人有证据吗？圣子说笑了，既然是谣言，自然没有证据了。那我们子府圣地有吗？没有，我子府圣地没有查到任何证据，表明这件事情与圣子有关。既然我子府圣地查不到，那其他圣地也查不到，没有证据最好。那长老这些谣言的来源吗？天机阁已经探查清楚了，谣言的源头是狂龙堡。怀玉，我记得天骄大会上有个人好像也是狂龙堡的。当时你说72狼烟会兵发狂龙堡，中庭有2个狂龙堡吗？先生，你不说，我差点都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天骄大会的事情这么多，我还没把消息……糟糕，72狼烟现可是中庭公敌，我怎么直接说漏嘴了？天骄大会的事情太多，我的预测有些不准，要不先生稍等2天，
我觉得过2天我的预测应该会准。过去就过去了，这种小事情不必纠结。长老，我身为圣子，应该能发布任务吧？可以，圣子不但可以发布私人任务，而且还可以用圣地的名义发布任务。但是以圣地名义发布任务，积分不能超过100万。原来是这样呀，那我私人再出2000万神元，劳烦长老帮我发布一个任务。任务的内容很简单，灭杀狂龙堡。圣子，按照规矩，你确实可以发布这个任务，但抹杀一方势力毕竟不是小事，要不还是再等等吧。狂龙堡公然污蔑子府圣地的圣子，也就等于公然污蔑我子府圣地。对于这种事情，我子府圣地绝对不能善罢甘休。圣子，灭一个狂龙堡当然不是什么问题，但是子府圣地抽不出太多力量了。圣地的顶尖战力都被圣主去剿灭不化骨了，剩下的力量要防守圣地。如果继续抽调，圣地的防御恐怕会出问题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长老误会了，这次剿灭狂龙堡的任务不需要随行长老。圣子，这恐怕不行。如果没有高手坐镇，万一……没有万一。诸位，正所谓狼行千里吃肉，狗行千里吃屎。狂龙堡只是一个2流势力，说强不强，说弱不弱。如果我们子府圣地派出长老前去，定叫狂龙堡瞬间灰飞烟没。但如果仅凭我们去抹杀狂龙堡，那么狂龙堡就会成为一个稍微有点难啃的硬骨头。我顾长安初来乍到，但我永远相信子府圣地是一个能打硬仗的圣地，不会因为对手稍微强上那么一点就缩回龟壳里当缩头乌龟。如果真是这样，你们永远都只会是吃屎的狗，而成不了嗜血的狼。现在告诉我，你们的选择是什么？灭了狂龙堡！灭了狂龙堡！按照子府圣地的规矩，这种大型任务，7成战利品归圣地所有。执行任务的弟子只能拿到其中3成外加任务奖励。但是今天不一样了，以前圣地会派出随行长老帮我们压阵，他们出力了，所以他们应该拿7成。可是这次任务他们没有出力，所以他们只能拿3成。另外这3成也不是给长老们的，是回报培养了我们的子府圣地。这事太大，规矩全改了，万一出了纰漏，我可担待不起呀！诸位，子府圣地长老会有令，此次任务奖励由圣地承担，所有事宜圣子全权指挥，若有不听指挥者，圣子可先斩后奏。凡是参加此次任务的弟子，无论任务成功与否，全部视为任务考核达标。诸位，情况你们也看到了，吃肉还是喝汤你们自行考虑。另外，既然是团队任务，那么自然需要几个领头的，他们4个就是你们此次任务的领队，你们可以自行选择领队。如果觉得他们不够资格，你们完全可以挑战他们，打败他们，你就是领队。所有的不服和怨气，你们都可以在这一刻报仇了。但我顾长安有言在先，现在给你们机会，你们不珍惜，一旦兵刷狂龙堡，途中若是有人违抗命令，那可就休怪我翻脸不认人了。挑战圣女和准圣子，这可是拿资源和上位绝佳的机会。终于能独自面对一切了。从成为天骄那刻起，别人总觉得我的成功是靠资源堆出来的。现如今，我要在这里证明自己。
怀玉和子宁那边对付普通内门弟子没有悬念，但苏天和叶恨生打得有些焦灼。天罡断体诀和百拜仙尊的拳法都是数一数二的功法，要是过了这么久，你们还是领悟不了其中的精髓，或许你们真的不太适合征战天下。大才能创出如此旷世绝伦的功法，这天命之争定有他的一席之位。大长老，圣子创出的修行体系如此卓越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帮助圣子完善一下这套修行体系？把你那点小心思给我收起来！若是让我知道有人因为这种鼠目寸光的想法，影响了顾长安对子府圣地的看法，老夫亲自把他的脑袋摘下来！诸位，我知道你们大多数人都即将面临寿元将近的问题，我狗六同样也是如此。但渴望延长寿命，不等于要做出蠢事。以顾长安的情况，他必定要参与争夺天命。一旦天命之争开始，他会需要很多的帮手。到时候，我们子府圣地将会当仁不让地承担这个任务。争夺天命开始，顾长安会眼睁睁地看着子府圣地因为修行功法差人一头吗？还有，一旦有天命之人承载天命，他所修炼的修行体系也会流传天下。顾长安会因为这种迟早都要公布的秘密，让自己的帮手落于下风吗？所以你们最好收起那些愚蠢的想法。诸位，或许你们有些人还把顾长安当成娃娃来看，但我劝你们最好不要有这样的想法。从这些天的接触来看，公孙怀玉等安可谓是马首是瞻。说得更直白一些，公孙怀玉等人的修行是顾长安在指点。平心而论，你们有10成把握去指点这3个年轻人吗？你们做不到的事情，顾长安做到了。恶婆娘，你说苏天他们到底会不会败？哼，贼丫头，你说话最好放客气一点，小心我把你禁起来，让你10个8个孩子。虽然我欣赏叶恨生和苏天，但他们败局已定。我子府圣地的内门弟子，不是外面的那些酒囊饭坛，1对1他们都未必能赢，更别提车轮战了。之所以打到现在，那是因为内门弟子当中的高手还没出马。若是一下将2人打败，这多少会让顾长安的面子挂不住。2位的实力，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。如今你们消耗甚多，不如以平局收场，如何？没有平局，在我这儿只有输和赢。要是你们打成了平局，全都给我滚蛋！看样子圣子似乎不允许出现平局。听闻苏兄所修行的功法乃是天罡断体诀，可以借助星辰之力。在下所练的绝学正是摘星术，苏兄小心了。这个风云修好像有点看头的样子呀，我估计苏天30招之内就要败了。不是30招，15招之内苏天必败。在我晋升圣女之前，这个风云修便是我最强劲的对手之一。他的摘星手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，当初我也只是险胜1招而已。若不是他的修行天赋低一些，子府圣地的圣子之位恐怕就是他的。有没有这么夸张呀？就连你也只能险胜1招？哼，就是他。他叫杨峰，疯子的疯。他所练的功法是子府圣地另外一种绝学风魔拳法。另外，他还是4长老的关门弟子，实力绝不在我之下。之所以没能爬到圣子的位置，是因为风魔拳法有个弊端，那就是修炼这个拳法的人容易入魔。圣子圣女是一个圣地的准继承人，想要坐在这个位置上，不但需要实力，还需要脑子。你该不会是在骗人吧？就你这样的还有脑子？除了身形体态匀衡一之外，外加我没看出你有什么优点呀！
我现在确实打不过你，但我不是输给了你，我是输给了顾长安。因为新的修行之法绝对不会是你这么一个贼丫头能想出来的。顾长安闭关之前曾经给了我一个承诺，只要我完成任务的数量超过了你，他就会把新的修行之法传给我。迄今为止，我完成的任务比你多出30件，所以你嚣张的日子没有几天了。你耍赖！要是你不利用关系私自多接了任务，你的数量不可能超过我。随便你怎么说，反正失败者总会给自己找理由。子府圣地是我的主场，有这个优势，我为什么不利用？你别嚣张，我一定会说服先生，让他不要教你。想去就去吧，就算顾滩反悔，我也有办法让他教我。毕竟我也是有优点。你有什么优点？我怎么没发现？天罡断体诀如果只是一部炼体功法，那它就不会在玄武国长久流传。我真的用错了，天罡断体诀根本就不是外修功法，它是内修，星辰之力只是催化剂。终于想明白了，还不算太笨。你找到了自己的路，这场比试是我输了。现在的你赢了，但是将来的你输了。风玉修的实力远高于苏天，但他修行天赋限制了上限，最多只有下品灵根。他知道自己永远追不上苏天这种顶尖天骄，索性做了个顺水人情。生不逢时啊！如果他换个修行体系，未必不能一飞冲天。叶恨生终于摸到门道了。不败道人的拳法在于人拳合一，二师傅融入执念，拳法刚猛无匹，而我融入过往3山5岳的痛苦，权势如惊涛骇浪。叶恨生现在终于打出了自己的韵味。停手！杨峰挑战失败，叶恨生没能在规定时间击败所有挑战者，所以第4领队取消。本次领队有3人，分别是公孙怀玉、子宁以及苏天。现在本圣子给所有子府弟子半个时辰的准备时间，在这半个时辰的时间里，你们要自己准备好武器和丹药，同时考虑好到底该加入哪一个领队。若是害怕这次任务的危险，你们回去之后就不用来了，这样也能避免一些同门的眼光。你们4个处在这儿干什么？马上就要出征了，不去准备一下吗？先生，你不怪我们？我怪你们干什么？你们能把天机阁的任务接光，那是你们的本事。修士本就是逆天而行，因为我们要与天争，与地争，与人争。至于现在出现的小状况，完全是因为你们能力不足造成的。而我作为子府圣地的圣子，有责任处理这些麻烦。不过有一件事情你们得学着习惯了，那就是像我一样给手下的人饭后。我现在统领整个子府圣地的年轻一代，所以我不能像以前那样，把所有的细节都替你们处理好。纳兰镜、完颜月离、左承耀，这些人作为一方势力的掌权人，也不可能照顾到所有细节。同理，战争开始时我也不能面面俱到，这些事情只有靠你们来完成。要是你们完成不了，死的只会是那些相信你们的人。所以你们担心的不应该是我会不会怪你们，而是战斗结束之后，你们有没有脸去面对那些相信你的人。以前出了纰漏有长辈兜底，现在如果我们错了，无数信任我们的人会死，这压力简直比山还大。真正的成长永远是鲜血与泪水磨练出来的。你所修炼的拳法有些特殊，它需要随着时间的磨练才能变强。你刚刚领悟其中的真谛，打不过一些人也情有可原。要不要我替你找个理由，重新让你当上领队啊？多谢先生抬爱，但输了就是输了，没什么好辩解的。只有失败者才会给自己找借口，
成功者往往是找原因。此次任务，我愿意作为普通人员参与其中。我选择苏兄的队伍。这个想法还行，接下来的事情你们自己商量吧。我在山门外等着你们。共计1080位弟子已经全部集结完毕，请圣子下令。苏天为中军，公孙怀玉和子宁为左右两军。现命苏天正面强攻狂龙堡，子宁由侧翼发动进攻，公孙怀玉作为预备队，防止其他势力插手。自天骄大会结束之后，昆仑圣地与瑶光圣地都结束了与狂龙堡的合作。按理说，狂龙堡应该出现劣势，但最近他们的势力居然还在扩张。天机阁判断，背后应该有人在支持。能顶住子府圣地的压力，支持狂龙堡，背后的势力一定不简单。不过从中殿目前的局势来看，这些人也只敢暗地里搞小动作，所以我们不用太担心背后的势力跳出来捣乱。情况是这样没错，但狂龙堡位于三大圣地的交界处。这样的兵家必争之地，昆仑和瑶光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抢到手。一旦另外2个圣地出来和稀泥，我们这次征战恐怕要无功而返了。从人数上来说，我们这次的进攻是不占优势的，所以我们想要获胜，就必须速战速决。中军进攻狂龙堡只是佯攻，真正的绝杀则是子宁的那200人。子宁，你们需要绕过重重阻碍，直扑狂龙堡心脏的位置。务求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予狂龙堡重创，这个任务是非常危险的，稍有不慎便会身死道消。你有没有把握？定不负先生所托。苏天，你虽然是佯攻，但任务同样艰巨。面对你们的攻击，狂龙堡一定会疯狂防御。你们不但要尽量将狂龙堡的高手吸引出来，而且还要在不被敌人察觉的情况下，快速向两侧移动，形成包夹之势。一旦子宁给狂龙堡造成重创，你们就要从佯攻变成主攻，由外而内一口吃掉狂龙堡。先生，从地势上来看，想要形成包夹之势，需要路过烈风客栈和金光洞。金光洞是昆仑圣地的势力，烈风客栈是瑶光圣地的势力。仓促之下，他们恐怕不会接到吧？哼，这是你们自己的问题。你们自己解决，不管你们是谈判也好，强攻也罢，3个时辰如果形不成包夹之势，提头来见。要是所有问题都解决了，我还要你们干什么？先生，那我们的任务呢？我们可不比他们弱，总不能让我们坐冷板凳吧？你这样让我怎么回去和那200名弟子交代？你的任务比他们2个还要重，你的队伍要驻扎在这个地方，此处进可攻退可守，也是大军撤退的必经之地。另外，一旦有狂龙堡之外的势力插手，不管来多少人，你要拦住他们3个时辰，拦不住，同样提头来见。这块区域目前能影响战局的，就只有金光洞和烈风客栈。可是苏天他们借道并不一定会起冲突啊。要是这2方势力都当起了缩头乌龟，那我岂不是没有用武之地了？刘长进居然知道提前考虑下一步的计划。如果金光洞和烈风客栈当缩头乌龟，等苏天和子宁灭了狂龙堡之后，你们就后队变前队，吃掉这2方势力。现在这个计划他从来都没说过呀！看我干什么？你们不会真以为我是因为谣言才针对狂龙堡吧？如果真的只是报复狂龙堡，我一个人就够了，了不起多花些时间罢了，至于这么大费周章吗？我真正的目的是这整块地盘，此处位于3大圣地的交界处，也是3方的缓冲区域。按理来说，此处的势力应该由3大圣地各自扶持一脉，可是近几百年来，
昆仑圣地不断壮大，最终导致了子府圣地失去了这块地盘的掌控。现在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块地盘拿回来。等日后争夺天命的时候，子府圣地可就掌握了一份主动权。对付狂龙堡，昆仑和瑶光或许会袖手旁观，可如果对金光洞和烈风梯战动手，昆仑和瑶光两大圣地应该不会坐视不理。我们现在没有力量抵御这两道防线了。不，我们还有其他力量抵抗这两大圣地。什么力量？我会替你们挡住瑶光和昆仑的干扰。你们要在这段时间里拿下这三方势力，剿灭狂龙堡3个时辰，金光洞和烈风旅店我给你们准备9个时辰，在这12个时辰之内，就算是天王老子也干扰不了你们的行动。至于12个时辰之后的结果如何，这就要看你们的努力了。圣子，虽然中田的顶尖势力都在对付不化谷，可是江平和扶摇依旧坐镇圣地，你真的有把握拦住他们吗？我顾长安说他们过不来，他们就一定过不来。我信任你们，希望你们也不要让我失望。小黑啊，这次估计是一场硬仗了。我养了你这么久，待会儿打起来你可要帮我呀。你让一条病狗帮你，你简直比我还狗。好你个白眼狼，真是一点都指望不上你。小金交给你，饕餮根骨也给你，有这2件大杀器，你应该能拖住扶摇。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，你我心意相通，费这么多话干什么？公孙怀玉的关系摆着那儿，扶摇那家伙应该不会下狠手，反倒是你要小心一点。如果你这里出了问题，我可就扛不住了。知道了，快去吧。诸位，我群龙堡并没有冒犯子府圣地，尔等为何？引修上前，阵法小队快速破解阵法。内门弟子挡住狂龙堡长老，战宠负责清理低级修士，外门弟子随我冲杀。哈，我就知道你不会有事。几月不见，你已经当上了瑶光圣主了，真是可喜可贺。这就是你所创的修行体系吗？果然非凡。哎呀，不值一提，我就是苦力的命罢了。今日再遇扶摇兄，我们何不坐下来对饮一杯？你攻打狂龙堡我不拦你，但为什么你的排兵布阵还针对起烈风客栈？烈风客栈乃是瑶光圣地扶持的势力，你不会不知道。污蔑，这是赤裸裸的污蔑！我顾长安对天发誓，我从来没有针对烈风客栈的意思。如果我说了假话，那就让狂龙堡少主万通不得好死。你还是老样子，烈风客栈你想要，那便拿去吧。这一次是你赢了，下次你就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了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很简单，他这是在夸你呢。黄谷根地的气息，不用这么紧张。要是想杀你，你就活不到现在了。当初有人认为你才是天命之人，所以对你多加投资。只可惜棋差一招，算漏了一点，多少有些可惜了。乱世就是乱世，什么牛鬼蛇神都跑出来。既然你现身了，不自报一下家门，是不是有些不妥呢？我的身份你应该猜到了，鄙人张白忍来自你们口中的荒古禁地，同时更是百拜仙尊的大弟子。算起关系来，你得叫我一声师兄。原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误会都是误会啊！对付一个扶摇已经够吃力了，现在又来个张白忍，还不跑就是等死了。别想着逃跑了，若是你本体亲至，我们未必拦得住。单仅凭你一个分身，我们想要拦住还不是什么问题。逃不了就逃不了呗，想干什么直说，少拐弯抹角的。你们想要这地盘，我撤军就是了。这块地盘我不感兴趣，也没将它放在眼里。你想要拿去便是，别说是这块小的地盘，就算是天命，我们也可以让出来。虽然天命已经注定，但如果荒古地想要改变某些东西，还是做得到的。
改变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承载天命之后还能被更改？世上从来没有绝对的事，只看能不能付起代价。天命者虽然天下无敌，但也并非没有办法击杀。你已经威胁我好几次了，我承认吓到我了。所以现在能说出你的要求了吗？荒古禁地的要求很简单，天命者承载天命之后，需要去荒古禁地走一趟。怕不是走一趟这么简单吧？你们应该是想让天命者放弃针对荒古禁地。据我所知，天命者承载天命之前都会去禁地逛一圈。我相信这些天命者应该不是去和你们闲聊的吧？这种想法并没有什么问题，所以你愿意帮这个忙吗？那我和天命者能得到什么？荒古禁地的支持，天命破碎再次重聚。这次天命的强大堪称史无前例，想要真正的承载天命，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会有很多存在出手干预的。荒古禁地可以帮你，作为回报，天命者需要承认这份香火情，在他承载天命期间，不得对荒古禁地出手。很有诱惑性的条件，我现在突然觉得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聊聊了。乐意之至。白忍兄的茶叶好生有意思，小弟可从未见过。这是我从家里带来的一点特产，名为悟道茶。每过1000年方能产出1枚，饮下之后能不人道心清澈。若是有机缘者，更是可以进入顿悟的状态。我愿意拿出来是不小气，但你的吃相能不能别这么难看啊？白忍兄，刚刚的事情我可要批评你了。我们3人好不容易坐下来谈一谈，你居然拿出了什么悟道茶？扶摇兄和你都是1顶1的天骄，要是你们喝了这茶，一下子陷入顿悟境界了怎么办？这不是耽误我们的谈话吗？悟道茶就算了，还是喝我带来的茶吧。顾兄言之有理，是我没有考虑周到。想必顾兄拿出的茶叶一定有什么独到之处吧？我这茶没什么特别的，如果真要说有什么特点，那就是特别的苦。这个茶是我亲手种下、亲手采摘，外加亲手炮制。原来是这样吗？那这个茶当真值得品上一品了。顾兄，此茶苦涩难咽，为何你却能面不改色？杯中之茶再苦，能苦得过一个人的人生吗？当我们经历更苦的事情之后，再来喝这苦茶，自然就能甘之如饴。顾兄心境远超在下，佩服。好了，茶已经喝过，当初我进入荒古禁地，你们应该是知道。是的，百拜仙尊与荒古禁地有些渊源，你能得到他的石棺，也算是他的半个弟子，所以你没有死。哼，原来是这样呀！我就说我当初怎么稀里糊涂的活了下来，原来是有这层关系啊！照这样说，我在荒古禁地获得的东西，也是你们故意给的？差不多吧。饕餮根骨和那些小玩意儿，荒古禁地虽然不放在眼里，但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带出去的。第二个问题，你们为什么不杀了我，或者杀了我背后的天命者？以荒古禁地的实力，想要做到这一点，应该并不是很难吧？荒古禁地想要杀人确实不难，但是想要杀天命者就不是这么简单了。特别是踏入了第6境的天命者，天命者一旦踏入第6境之后，身上的天命已经初具雏形，一般情况下很难将其杀死。没有10成的把握，荒古禁地也不想去招惹这种未来天下无敌的强者。我终于知道扶摇为什么会说这一世输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们应该感知到天命者踏入第6境。当初在荒古禁地，你们对我进行投资，估计是觉得我有机会成为天命者。如果我真的成功，到时候就会和荒古禁地给结下一份香火情。与此同时，荒古禁地还派出你来争夺天命，最后你我之间，无论是谁获胜了，荒古禁地都不会亏。可是你们千算万算，始终没算到，真正的天命者是我背后的人。分析得很到位，一切情况都如顾兄所说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确实认为顾兄就是天命之人。当时的你丝毫没有踏入第6境的表现，所以我也就没有立刻痛下杀手。毕竟想要打败你这样的天骄，机会只有一次。
我自然是要好好的准备一下。但谁能想到，就是这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，真正的天命者居然踏入了第6境。如今大事已成，就算是我也回天无力了。所以白忍今日才会来请顾兄帮忙。你和我曾经有过约定，你答应帮我解决天骄大会上的一切障碍，方千城是我自己解决的。现在我不要求你对付方千城，你帮我弄死他怎么样？那你完成曾经的约定了吗？就算我愿意帮你出手对付他，荒古禁地你打算怎么解决？我可没那个能耐帮你扫平荒古禁地。白忍兄不要见怪，我刚刚是和你开玩笑呢。现在我们还是接着来聊正事吧。大事之争本就你死我活，杀了顾长安，如果能得天命，我绝不会手软。第3个问题，白忍兄先前所说的下界是什么意思？还有，那青铜古殿上的巨手代表着什么？他们会不会再次降临？这些问题，在下暂时不能告诉你。等顾兄什么时候达到这个高度，你自然就会明白了。没事，既然这些东西不能说，那再换个问题：天命者为什么会针对禁地？青铜古殿下的不祥与禁地有没有？顾兄，怎么这些问题也不能问吗？一杯茶的交情，只值3个问题。机会顾兄已经用完了，继续追问就有些贪得无厌了。不问就不问了嘛，拐弯抹角的骂我干什么？荒古禁地的条件我答应了，希望你们在关键的时候也不要食言。作为没有回答第3个问题的补偿，我可以另外告诉你一个消息：想救活你身边的那只神兽白泽，你需要去幽冥森林走一趟，那里或许有办法可以救他。这个幽冥森林在哪儿？东荒，想要找到幽冥森林，需要一些特殊的方法。你怎么突然这么好心了？该不会是故意坑我吧？放心，我说的话绝无半点虚言。如果幽冥森林都救不了白泽，天下就没有办法救他了。看你这么信誓旦旦，我心里更慌了。要不你替我去幽冥森林走一趟吧？你提什么要求我都答应。我不会去幽冥森林的，那种地方就算是我去了也得死。这一世的天命已定，但下一世的天命我志在必得。所以像你这样的对手，我自然要坑死你。就算坑不死你，也要想办法拖住你的脚步。你说对不对？这种话你怎么能堂而皇之的说出来？你脸皮比我还厚。通透，果然不愧是禁地之子，脸皮比一般人厚多了。就冲你这份礼物，等我以后有时间了，我高低得把你从荒古禁地里刨出来揍一顿。如果有胆子，那你就来吧。当我承载天命之后，我一定要建立一个统一天下的势力。如果到时候你败给了我，我会给你在天庭当中给你留一个看大门的位置的。哼！下一世的天命，你好像又要遇到强敌了。你不会又要暂避锋芒吧？这样左退右退的，你得退到什么时候？我有我自己的选择，不用你操心。救活我弟弟，我欠你一个人情，一个永远都不会失效的人情。不是，你不去幽冥森林走一趟？顾长安，我其实很羡慕你，因为你无拘无束，可以在这片天地间任意逍遥。但这世间的人，不是谁都能像你这样的。这是方千城的风雷双翼，当初被不化谷撕了下来，我替你保存了一段时间。有风雷双翼相助，你在幽冥森林的存活的几率会大上一些。你们这些家伙身上的秘密怎么这么多呀？你们干脆起个外号叫秘密人得了。本体好像和昆仑圣地打起来了，我得赶快回去帮忙了，不然他要出问题。
不是，你们3个打我1个，这有些不公平吧？这家伙的肉身到底有多强呀？我们3个打了这么半天，也是没给他造成一点点伤势。太欺负人了！今天这个事不算完，你们给我等着！还我归位！现在我才是真正的顾长安。原以为他的实力已经够强了，谁曾想他居然还没发挥全部实力。同为天骄，我不可能比他差这么多。强，太强了！他仅凭肉身力量，就击溃了我引以为傲的一身修为。我葬了太多的人了，在葬下他们的同时，我也把一部分的我葬了下去。早就叫你们不要以多欺少，你们偏不听。这下挨打了吧？12个时辰之内，昆仑圣地不得跨过界碑，否则别怪我不留情面。放肆！百拜仙尊说过，拳法可以试，但拳势不可弱。一拳打出，定要叫对手肝胆俱裂。对手再强，也休想让我出拳的速度变慢半点。一拳不行就2拳，纵使打上100拳、1000拳，我也绝不退后半步。回来吧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圣子就是圣子，居然能让昆仑圣地的那几个老不死的低头。哼！从今以后，谁敢说圣子的不是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可拉倒吧，圣子的实力未必比你弱，就刚刚那种拳法，你能接住几拳？你可别忘了，我们这些老骨头气血已经开始干枯，而圣子却正值当打之年，交手时间一长，圣子能活活拖死你。会不会说话呀？搞得像你很年轻一样。圣子强大，这就说明我子府圣地才是天命所归。如今圣甲虫在圣主手里，等圣主回来之后，就让圣甲虫测一测圣子的气运。若圣子是天命之人，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承载天命。那乌力怎么办？他同样也很强啊。若是乌力也加入了子府圣地，那我们就只能勒紧裤腰带一起培养了。想不到天骄太多也会成为一种烦恼，真是让人无奈啊！果然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，我子府圣地难啊！话都让你说了，我们还怎么装？疼死我了！这战虽然赢了，但修体的消耗太大了。一旦肢体残缺，调理重塑所需资源是天文数字。丹药恢复太慢，做不到快速法力重塑，
交战时就是破绽，还是得在肉体上下功夫。好你个小黑，想不到你居然是神兽白泽，相处这么多年了，你骗得我好苦。我现在又不会说话，再说了，我一身白毛，你叫我小黑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真是傻狗有傻福，按道理来说你应该必死无疑，可是我居然找到了救你的方法。所以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估计又要为你奔波了。我一把喂一口，一把喝一口的把你养大，你以后可不能当白眼狼。阿丽那边我做的已经够多了，接下来是他自己的事了。听张百云的意思，天命者踏入第6境之后，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威胁到他了。鸟儿终要自己展翅飞翔。总感觉有人在念叨我，该不会是有人想布局坑我吧？还能是谁？怀玉那个丫头念叨你了呗？不可能，那丫头是个没良心，出去之后早就玩疯了，怎么会惦记我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最近总感觉心里有种莫名的悸动，这种感觉很怪，说不上来。老大，你怕不是红鸾星动了吧？我们72狼烟估计要多一个压寨夫人了。去，少在这贫嘴，女人就是个麻烦，我可没这个心思。我收到消息，子府圣主会从这儿路过，到时候我们干票大的，一旦成功，我们未来10年的资源都不用愁了。不过在动手的时候，千万要注意，不能伤到子府圣主。老大，这恐怕不行吧？子府圣主身边高手众多，我们不下狠手，怎么打得过他们？这是命令，少在这里讨价还价的。先生传信让我绑了子府圣主，还特意强调不能伤他。先生明明加入了子府圣地，双方是盟友，为什么要我绑架他？真是想不明白。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从此过，留下买路财。圣主大人，你好像不太走运呢。方圆千里之内，子府圣地的人只有我一个，想要抓住我，你得拿点真本事出来。另外，兵对兵，将对将，你乌力该不会靠人数来压制我吧？少啰嗦，快束手就擒，不要指望有人来救你。我布下的阵法，外面的人一时半会儿进不来。不用担心，长老们已经从另一条路回去了。我总感觉你是故意来送的，但是我没有证据，你这样让我很难办呀。哼，小娘们口气还挺大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我来会会你这位子府圣主。这拳我收了3分力道，我现在踏入了第6境，要是一不小心把他打伤了，先生那里可不好交代。先生，任务完成了。很好，杀了多少人？高层修士18人，中层修士1320，底层修术以万计。不错，能打出这样的战损比，天骄之称当之无愧。去把尸体收拢一下，顺便清点一下这次的战利品。另外，此次领队的人留下。是。亲手杀人的感觉怎么样？你们几人当中，除了苏天之外，应该没有人经历过这种大规模的厮杀吧？先生，这样的厮杀还会有吗？当然会有，而且还会比这个大，比这个频繁。所以你们要习惯这种双手沾满鲜血的感觉，也更要明白，一旦开战意味着什么。这是你们自己选择的路，
其中的结果你们也要自己承受。将来你们会统领很多人，当你们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，希望你们好好想想今天的感觉，去做自己的事吧。做完之后我们回家了。先生，我们能陪你坐一会儿吗？当然可以。金光洞是我最先带人打进去的，他们的一位长老被我一鞭子击杀。杀了那个长老之后，一个少年发疯般的向我冲了过来。那个少年只有16岁，他的修为对我来说简直是微不足道，所以我并不想杀他。可是他不依不饶的攻击我，当时我所带领的队伍深陷重围，如果我不出手救援，我手下的人会死很多。为了救我的队员，我打断了那个少年的双腿。再后来，苏天带人来支援了，我们也终于缓过来了一口气。我找到了那个少年，我想饶他一命，但是面对他的眼神，我怕了，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那个眼神。我和金光洞无冤无仇，但是我却让他家破人亡。先生，你知道我后来怎么做的吗？怎么做的？我亲手扭断了他的脖子，并且下令灭了金光洞剩下来的所有人。你呢？你又做了些什么？我攻入狂龙堡之后，当着万通的面将他父亲3掌打成重伤。当时的他不断向我磕头，让我放了他的父亲和狂龙堡，他愿意以死赎罪。然后呢？我答应了。等他们解除阵法之后，我把那些没有求饶的人杀了。至于那些求饶的人，我让其他人杀了。临死之前，他们的眼神充满了怨恨和不解。你们2个丫头，平时看着人模人样的，没想到做起事来这么心狠手辣。谁要是娶了你们，那可就遭罪喽。先生，你杀过这么多人吗？没仔细算过，应该不少。曾经有个生灵冲我吐口水，然后这个种族就没了。要不要这么狠呀？动不动就灭了一个种族？先生，灭族之后，你有没有后悔过？现在细细想起来，确实有点后悔。我应该重新找个理由去灭他们全族的。毕竟因为被吐口水这种小事灭族，多少还是会给我心里添加一些罪恶感的。还有，我不应该当着那个族长的面杀了他全族，这样太残忍了。您真是个大善人，那个被你灭了种族的听到这种话，一定会感谢我全家。在修行界这个人吃人的地方，死点人不算什么。天骄大会上死的人同样也不少，那个时候怎么没见你们看春秋？我看你们就是过得太舒服了，导致你们整天胡思乱想。第一次总会这样，多经历一些就会习惯了。不是，这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本质上都是死人，有什么区别吗？另外，我记得在子府圣地的时候，你还想通知72狼烟灭了狂龙堡。我想问一下，如果我真的同意72狼烟灭了狂龙堡，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吗？合着不让你亲眼看到血流成河，你就不会有罪恶感？本质好像真是这样，唯一的区别就是我自己这次亲自参与了灭杀任务。现在明白那些大势力为什么总喜欢通过谈判解决事情吗？因为他们杀了太多的人，他们十分明白杀很多人是什么感觉。我知道你们2个不是很喜欢长辈们优柔寡断的性格，在你们的认知当中，面对敌人应该以雷霆之势将他们剿灭。可是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荒诞，以你们2个的性格，你们终究会活成你们讨厌的样子。先生，既然大能们都不杀人，那为什么各大势力还在厮杀不断？哎，我可没说他们不杀人，我说的是他们讨厌那种杀人的感觉，我可没说他们不杀人。正是因为这种讨厌的感觉，他们才会尽量的用计谋来解决一些问题。
毕竟杀人的同时，自己这边的人也会死。但是如果计谋无法解决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再次举起手中的刀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他们会比你们更狠、更绝。长痛不如短痛，一次杀光，省去很多麻烦吗？好一个长痛不如短痛，今天又长见识了。好了，话已经说到这儿了，能不能想明白是你们的事儿？赶快去做你们该做的事情。要是搜刮的战利品少了，你们对得起自己杀的这么多人吗？你们可以不在乎这点东西，但是你们手下的人也能行吗？自责杀孽太重这种事，感慨一下玩玩还行，瓜分战利品这种大事可绝对不能耽误。顾长安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三长老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妖女，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样的办法迷惑整个圣地，但只要我林开夏还活着一天，子府圣地就轮不到你们嚣张。让顾平安滚出来和我说话！好你个老帮菜，你再说我家先生一句试试，信不信我打得你满地找牙？别冲动！不高兴，你放开他！怀玉，这位是三长老，怎么能这么无礼呢？见过圣子。好一个顾长安，短短几个月就让我子府天骄对你俯首称臣，我真是小看你了。呵呵，三长老说笑了，这只不过是诸位同门对在下的尊敬罢了。我把同门放在心中，同门自然也会把我高高举起。不过我看三长老怒火冲天，似乎是对在下颇为不满，不知晚辈到底哪里做错了。若是不给我一个解释，今天你恐怕出不了子府圣地了。死丫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绑了我们圣主，拿钱赎人，不然撕票。我也不知道呀，这件事情我没听师傅说过，这绝对不是七儿狼烟做的。我马上传信回去询问。不用问了，这件事就是72狼烟做的，信上面有72狼烟的独有标记，旁人做不得假。先生，子府圣地与72狼烟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，要不你去说一下情，让他们把我师父放回来吧。毕竟这事实在有些荒诞。什么话？这是什么话？我子府圣地怎么能向72狼烟那种贼寇之流低头？待我修书一封，让他无力看看我子府圣地的态度。你怕不是想把圣主弄死了，自己上位吧？丫头，把这封信送回去。另外记得告诉你师父，虽然我们的关系不错，但我现在已经是子府圣地的圣子了。公是公，私是私，在这件事情上，子府圣地绝不妥协。您老人家这是在玩哪一出呀？就算想当圣主，也不能这么明目张胆吧？我严重怀疑这次绑票是您一手策划的。你三长老，在下最近正在思考一些问题，所以对自身修为掌控的不是很好。为了你的安全着想，我建议你不要随意对我出手。按照子府圣地的规矩，当圣主不在的时候，圣子可以代为掌管整个圣地。想要从我手里抢走掌控权，你得从长老会那里拿到许可。但是很不巧，长老会的许可我比你先一步拿到了。好，很好，想不到长老会居然已经混用到了这个地步，那我就亲自去面见太上长老。我不相信堂堂子府圣地还拿不下你一个顾长安。
子府圣地所有长老回归，那你们也该动起来了。从今日起，子府圣地所有弟子归子宁和公孙怀玉调遣，圣地宝库任汝收取，天机阁全力辅助，外门长老你们2人可以随意调配。关键时候，本圣子甚至长老会都会出手相助。我的要求只有一个：荡平中庭一流之下的所有势力，不管是谁在背后支持他们，不管他们是谁的归属，挡路者杀，不归顺者杀，负隅顽抗者杀。末将领命，怀玉定不辜负先生所托，还请先生赐名。你作战勇猛无边，形似下山猛虎，就以虎贲为名吧。我希望你们以后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谢先生赐名。子宁谨遵先生之命，恳请先生赐名。你作战形如鬼魅，来去无影，你的队伍就叫魅影吧，如影随形。从今以后，你们将会是所有敌人的噩梦。谢先生赐名。子府圣主，你们的圣子好像不太想交赎金。要不你还是传信回去劝劝吧，到时候撕票了，双方都不好过。你这枕头上的刺绣蛮好看的，我好像没见过这种风格。要不你这枕头借我睡几天？你给我准备的枕头太硬了，我睡不习惯。老子在和你说撕票的事，能不能严肃点儿？纳兰静，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了吗？恐吓这种招数太幼稚了，换一个。顾长安和72狼烟纠缠不清，整个中田谁不知道？他现在是子府圣地的圣子，你可能会杀我吗？这种事说出去都没人会相信。圣主就是圣主，果然观察入微。72狼烟与子府圣地其实都是一家人，这次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我在这儿给您赔罪了。改日我亲自送你回去，如何？不要。不是为什么？整个中庭的人都知道我被你绑架了，现在一点赎金都没交我就回去了。到时候别人认为72狼烟不是劫财而是劫色，我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你让子府圣地给赎金不就行了？给不了，子府圣地现在不是我做主。那你现在回去，然后再送赎金来不就行了？不交赎金，我不回去。你们子府圣地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自家人被绑架了，难道他们就一点都不着急？这个你要去问顾长安，他现在才是子府圣地掌权人。他要是不点头，其他人敢动吗？我真是服了，先生怎么把你这块滚刀肉送过来了？你叫顾长安什么？你不该问的，这下你真的回不去了。既然你这么喜欢这里，那就好好的待着，哪儿都别去。为人正直，不沉迷美色，做事粗中有细，真是一个不错的男人。不过我好像发现了一个小秘密，看样子最近不能出去玩了。圣主，你受苦了。三长老不用担忧，我好得很。这样就能找到他，放心吧。72狼烟的藏匿手段，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。那好，我先走了。我好像明白了点什么。圣主被72王烟绑架，子府圣地与72王烟不共戴天。从今日起，子府圣地上下不得与72王烟的人接触。都成家立业了，就别玩小孩子那套了。这里我布了个阵法，没人能探查。老师，哭什么？你能有今天的成就，那是你的能耐，我只不过是推了你一把而已。舞台我已经给你搭好了，接下来就看你的表演了。老师，
你能不能……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但你更应该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你有你的人生，我有我的道路。这次离开，不知多少年月才能再见。如果不是老师将我从大山带出，替我谋划一切，我哪有今天的成就？好了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别动不动就抹眼泪。这里的藏书这么多，我一时半会儿看不完，也走不了。既然你已经悟出了修体的第6个境界，那就让我看看，你给我准备的惊喜够不够大。老师，我没有让你失望，我真的走出了第3条路。好你个臭小子，哈哈哈！你真的走出了第3条路。修体的第5境名为本我，这个境界看似强大，但是却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无法解决，那就是随着境界的提升，肉身和神识会产生隔阂。想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大致的路线只有2条：一是斩去本我，2是突破本我。无论是斩去还是突破，这都意味着修行者要放弃一些东西。可是你却想出了这巧夺天工的突破之法，以精为灯，以神为火，以气为油，点燃了一盏明灯。有了这盏灯的指引，肉身和神识再也不会发生分离的情况，同时还能将自身潜力发挥到最大。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老师，以前都是你在帮我，现在就让我帮一下你吧。我现在能够帮到你了。虽然你现在的路已经很平坦了，但你以后的路依旧漫长。你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再说吧。需要你帮忙的时候，我自然会找你。修体之法很强，但是过了第6境之后，肉身会跟不上体内灵力和神识的增长。想要继续达到平衡，那就需要在血肉骨上面下功夫。这里面是我对后续境界的一些假设和推演，应该能给你提供一些思路。另外，风鱼修和杨峰都是可造之材，新的修行体系我已经传给他们了。你手中掌握着第6境的秘密，想要招揽他们不是什么难事。至于是否招揽，你自己决定。目前我能帮你的就只有这么多了。忙了这么久，我该休息一下了。你走吧。你能不能等一会儿再挖？作为故人，你不打算在临终前和我聊2句吗？有什么好说的？我问你的东西你又不肯告诉我，那我还不如早点把你埋了。讲道理，这次要不是你出了点问题，我还真弄不过你。能让你顾长安说出这样的话，我江不凡是不是也可以名留青史了？不会的，所有的记录都证明你在那场大战中死了。今天我们的谈话会被隐藏在时间长河里面，没有人会知道，就像没人知道你当初是怎么获得这些不祥的力量。你还是想知道这东西的来源，但是我偏不告诉你。我江不凡就是要胜你顾长安半子。孤立虽然现在气势如虹，但是他惹恼了圣虚禁地。漫长的时间之后，圣虚禁地一定会来找他麻烦的。想来就来吧，圣地也好，禁地也罢，天下没有灭不了的东西。我是真的没想到，你居然能得到圣虚禁地的全部支持。如果不是你使用了不祥的力量，导致圣虚禁地内部发生了分歧，这场战斗或许真的会两败俱伤。正帝背后的支持者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纳兰镜会来找我求情，让我劝无礼不要灭了昆仑圣地？你这是在求我吗？可以这样认为。那我能得到什么？我可以给你准备一具上好的棺材，并且保证不会在你坟头上建茅厕。这个条件听起来真诱人，能让我看看我以后的容身之处吗？
撑了这么久，到头来我最满意的居然是这几块木头，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看在这具棺材的份上，那我就告诉你一点东西：我们的头上还有存在，圣地只不过是那些存在的据点罢了。10万年前，我们这片天地诞生了天命者。我们这里虽然很难诞生天命者，可是一旦出现，那我们的天命者将会比一般的天命者强大。这就好比生长在野外的花草，总要比温室里的顽强一些。天命者切断了上面的联系，我们也彻底脱离了掌控。可天命者虽强，但却不能永生不死。一旦天命者死去，我们无法抵抗上面的清算。不过好在天道还算眷顾我们，这里诞生了第2任天命者。为什么第2任的天命者寿命会短了许多？还能为什么？当然是被人打伤的喽。上面的强大，就算是天命者也不能横扫一切。那无极天尊呢？他为什么只存在了几千年就消失了？还有天命为什么会崩碎？不知道。无极天尊的消失一直是个谜，没有人说得清楚。是上面的问题？应该不是。上面虽强，但天命者始终是天命所归。他们可以让天命者受伤，但绝对不可能杀了天命者。因为一旦天命者拼命，那个代价是巨大的。这样大的动静不可能没有记载。再聊聊嘛，这么急着烧死我干什么？你聊你的，我做我的，不影响。对了，上面大概什么时候能和我们这里恢复联系？乌力城在天命的时候，联系就会恢复。这也是纳兰镜要你阻止乌力灭昆仑圣地的原因。曾经的子府圣主，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小女人了，真是让人失望。如果我是乌力，我一定会灭了昆仑圣地。纵使身为蝼蚁，也敢向天横刀，更何况我们也不是蝼蚁。既然如此，为何不敢向上面宣战？话都说的差不多了，你真的不打算告诉我不祥的来源吗？你居然这么聪明，那你可以猜呀，猜到了算你赢。你真的是他吗？是我。果然是你，怪不得你不把一切放在眼里，原来你才是这天底下最强的生灵啊！顾长安，有朝一日，你一定要杀上苍穹，那里有更大的秘密等着你。14年间，天下激荡。灭绝师太果然还是和方千城联手了。造孽！你帮我杀了方千城，我的命是你的了。我杀方千城不是为了你，而是为了无情仙子。虽然无情仙子败于我手，但她的才情世上少有女子可比。这样的女子，不应该有这样悲惨的下场。随便你怎么想，反正我的命是你的了。本来是想向你们借一些兽血石封存莹莹的尸体，既然你们插手了这件事，那么这个情我认了。只要我还活着，
这个人情永生不忘，知会一声就行。你怎么样？没受伤吧？一些小伤不碍事。我知道你惜英雄重英雄，但你的对手是晋定，下次不要这么鲁莽了。老师，我就是看不惯那些人的做法。这种事情我如果都能忍，那我就不是无礼了。对了，这是我从晋地回来的东西，老师你应该用得上。72张章页我已经得到了3张，这东西还真是和我有缘。老师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凑齐72年金页的。不用了，这东西全看缘分，刻意去找你是找不到的。另外，我也是时候走了。老师，你要不再等等？我最近又找到了很多书籍，这些书你都没看完，你怎么能走呢？少在我面前耍心机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故意抢夺外面的典籍。那些我没看的书，全都被我复制了一份。离开这里，我照样可以慢慢看。哼，老师，就算你不留下来，那你至少也要告诉我要去哪里吧？你不会打算连这个都不告诉我吧？巧了，我还真不打算告诉你。以你的性子，不出300年，你绝对会来找我。我可不想天天被你烦。你现在是天命之人，未来要承载天命的存在。你遇到的事情一定会多如牛毛。我这个人很怕麻烦，你不是不知道。老师，这是我的一些修行感悟，关于修体的第3个大境界，我已经摸索出了7成，再给我一些时间，我一定能将这个体系彻底完善的。好歹也是天下第一圣地之主，怎么老是闹这种孩子气？书上虽然说天下没有不散的晏殊，但书上还说人生何处不相逢。我只是走了，不是死了。你再弄出这种表情，信不信我抽你？我可以等，但是其他人等不了呀。凌霄师伯、完颜阿姨，还有很多你熟悉的人，难道你就不怕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吗？要不你还是……扯淡！新的修行体系，你走得最远没错，但我同样也是他的创始人。这个体系的寿元极限是多少？难道我不清楚吗？他们前段时间已经达到了命登境，而且命登境绝不会是他们的极限。按照最差的估计，他们2、3千年之内是不会有寿元问题的。现在你和我说他们等不了，你是觉得我好糊弄吗？放心吧，我答应过给他们收尸，到时候我一定会回来的。我不但会给他们收尸，也会给你收尸的。天下修士，无人敢言长生。等我走向尽头的那一天，老师该是何等的悲痛。老师的手艺我是绝对的相信的，到时候老师一定要帮我选一个最好的墓地。没问题，我一定帮你选一个最好的墓地。不过我的出场费可是很贵的，你到时候一定要准备好足够的报酬。我突然好想变成雪，这样我就可以落在先生肩头了。可是先生撑着伞，你只能落在先生的伞上。落在伞上也好呀，那样我就能陪先生再走上一程了。若是先生将雪扶，那就任他扶去，能在他手掌上停留片刻，足矣。圣地的史书是你负责记录，关于先生的部分你写好了吗？
关于先生的描写怎么这么少？以先生的才能，史书所占据的烟幅应该是现在的100倍。史书太小，无法装下他那荡气回肠的一生；史书太大，随便一翻，便是他那漫长且刻骨铭心的过往。先生的才能，倾尽我毕生所学，也无法描绘一二。如果写成文字，我的敬仰能填满整个学海。可是那又能怎样？整个学海的书籍加在一起，就能描绘先生的人生吗？看似拥有了一切，实则一无所有。先生又是怎么从这漫长的孤独中熬过来的呢？你真的不陪他再走一程吗？我没有那个勇气追寻长生，我怕我会在半路倒下。与其让他有一个痛苦的结束，还不如从来都没有开始。父皇呀，我超过了曾经的你，但是我依旧没有勇气，在知道死亡的情况下去追寻长生。当年孤注一掷硬闯荒古禁地，你心中到底装了多少的勇气？小黑都怪你，要不是你在，我就不装什么高冷了。从这里到东荒有1000多万里呢，不借助传送阵，我得飞到什么时候？算了，飞回去就飞回去吧。现在回去用传送阵，逼格都掉光了。反正还有400多年的时间，就当打发时间了。小黑的情况越来越差，怀孕的丈夫纳兰幸德也已经封存起来了。为了这一人一狗，我无论如何都要走一趟幽冥森林。确实惊艳，怪不得是3万年来第一个开启天命的人。让出这一世的天命，下一世我不拦你。天命之争，没有不战而退的说法。想要天命，你自己来拿。也好，我自己拿能省去很多麻烦。怎么回事？夫君竟陷入了苦战。师父放心，圣主绝不会败。师娘，要不要我带虎奔前去助阵？不用，他们的战斗层次远超我们想象，强行介入只会成为累赘。先把这些外溢的余波清理掉，保护好弟子。是。为什么会有这种熟悉的波动感？二师傅别想了，快来帮忙！我操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都是误会！太虚殿送公羊，拜见宁安仙子。你怎么认出我的？以他的性格，你不可能知道我的相貌。晚辈确实不知前辈容貌，但苍兰宗虽没落，晚辈对一些功法仍有所耳闻。何况长安大哥走前特意留了东西。
丫头，这套木雕算是补你的生日礼物。路漫漫，莫走太急，回头时我依旧在你身后。你确实有资格做他的弟子，既然你要承载天命，那便去做吧。你就是完颜月离？是的。你应该是千年前大玄皇朝苍兰宗的天骄李念生吧？师伯，这是啥情况？说说呗。你的师父顾长安也是我师弟，但宁安仙子千年前便已扬名，一心追寻长生。老师智有甚广，这位想必也是。误会一场，大家都散了吧。二师父，你传先生八卦，就不怕他们哪天回来找你算账？张百人，你个坑货，该不会是在骗我吧？都到这儿了，不下去看看怎么干净？绝对是圈套。顾兄，死人坛许进不许出，你太过惊艳，我实在不想在争天命时碰到你。幽冥森林确实有救白泽之物，待我承载天命再来接你。利用张百人，我死吧！张百人，等我出去，咱们没完！又是死人，我就卖个棺材，怎么跟死人过不去？前辈，棺材我这确实没多余的，您身上也没遗物，就将就一下吧。幽冥森林有进无出，须往密林深处，然林中妖兽横行，此林变幻莫测，每隔一日移行电位，吾穷尽6000年之力，方能前进3000步。天机子，天机子，琅琊阁的开派祖师。原来跑到这儿作画了，前辈，你这万年来第一才子的名号，不至于被困得这么惨吧？暴力金刚熊，上古遗种。就这，好，我就看看这森林到底有多大。我就不信杀不光你们！根本杀不完，只要吃下那种果子，妖兽就能瞬间变强，甚至针对我的手段进化。这哪是森林？这压根就是个活着的牢笼。小黑，我不会让你死在这儿的。你困了我180年，这期间我把这里的每一种草木变化都摸透了。识相的，赶快把我传送到中心区域，不然后果自负。行，那咱们就640年后再见。到时候我连你这片林子一起拆了。这就是640年，感觉眼睛一闭一睁，这就是打个盹的事儿。系统，沉睡挺能打发时间啊。宿主之所以觉得有趣，是因为沉睡次数不够。当时间被无限拉长，你现在觉得惬意的事，终将成为你最大的恐惧。危言耸听，沉睡就是打盹，
哪有那么可怕？就算世界变了，禁地里的那些存在总该记得我吧？那1000万年呢？在千万年岁月面前，禁地也脆弱如纸。算了，不扯这些。640年了，可以加点了。系统，你这标签怎么还是模糊的？修行体系不是定了吗？该时代第6境后境界尚未命名，无法给出具体标签。哼，系统，你还真是严谨的可爱。哪里出错了？标签怎么还不动？你是修行体系创始人之一，应该清楚跨度有多大。这相当于640年的苦修，第7境圆满哪是那么容易达成的？最后一次机会，把我传送到中心区域。行，那咱们接着玩。在小小森林里面，卡呀呀卡呀夸。晚了，现在的我不需要你这所谓的补偿。既然能量守恒，那我就化身黑洞。天机子输在容量有限，可我有系统空间，我倒要看看你这森林的能量储备到底有多深不见底。来得好！小黑！怂货，有种出来大战300回合，前1000年不是很拽吗？了不起，我再花1000年砍倒他们！舒服多了。先别忙着拒绝，我知道救他消耗大，但我顾长安答应的承诺，纵使天地死亡，万物灵也永远不会失效。只要你救他，日后你有难，我帮你一次，这是最大诚意。不答应，咱们只能强攻到底。东西还你了，我的承诺也有效。多久能治好？逆转生死需2000年，另需那只虫子的一滴血孕育新生命。小金，给他一生命精华吧，算咱们欠的人情。达成共识了，我在这儿开块地种点灵草，你应该不介意吧？可以。
放心，天下谁都可能杀他，唯独我不会。老师，你总是能适应环境，幽冥森林这种地方你都能如鱼得水。你还说过不准碰，不然打你屁股！老师啊，老师，你还是算无疑者，连我来这儿你都猜到了。只可惜我马上要走了，最后的道别可能要等很久很久。这次换你来找我们了。我不管你是谁的后花园，敢伤我老师，你和你背后的人都要死！咦，衣服怎么直接碎了？臭小子，敢趁我沉睡看我洋相，还跟我卖关子！哼！等回去了看我怎么抽你！系统，全家防御吧。宿主，你只是长生，并非不死。如此偏执增加防御，遇到强敌怎么办？系统，你不是生灵，人有欲望，实力增加就会接触更高层面。与其追求所谓的天下无敌变成孤家寡人，不如脚踏实地。如果一切按部就班，世上哪还有奇迹？兔十八，你老婆今天该生了吧？待会儿去地里拔10根千年人参，当我的贺礼。不用不好意思，管理兔族有功，这是你应得的报酬。小黑，你好歹是神兽，算狗类里的极品，注意点形象，别整天乱叫。顾长安，我说过很多次了，不要叫我小黑，我是神兽白泽，不是狗。我就想叫你小黑，有问题吗？就你这体型，不是猫科就是犬类，到底是猫是狗，你总得选一样。你这种经历了外面那么多事的人，心境难道没受影响？只要不给自己添加枷锁，人间何处不是仙境？他们不像你，你自己算算，你来这儿多久了？老死是他们无法避免的事。战斗沉睡种树，4103年了。你说的对，也该出去转转了。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我欠你一个承诺，我们终会再见。谢了，等我回来，一定把世界的种子都给你带一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们出来了，这是哪里？
这里是黑风山。黑风山在西周边境，距离子府圣地200多万里。滚吧！今天的事敢乱说，要你的狗命！滚！妈妈，我遇到仙人了！荒殿帝，这名字霸气，你徒弟可比你厉害多了。不对，屋里不是能舍弃牵挂的人。偏徒弟有他太多记忆，他绝不会主动离开。800年前的飞升一定有问题，他遇到了麻烦。没这么严重吧？那昆仑圣地怎么也走了？圣虚禁地被赶走后销声匿迹，荒古禁地也跟着不见了。这不是普通的飞升，我要找到他们，是死是活，总得见个真章。